我是世间唯一以剑意入圣的绝世天才，却因为没有灵根无法修炼，只能以自身为界，练习至纯剑。每天不是看蚂蚁，就是盯着四月发呆。久而久之，我便成为了宗门之中的异类，所有人都对我避而远之。叔叔，这座峰叫什么名字？小瑶呀，这是剑峰，一会儿见到沐峰主，千万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叔叔，他在干嘛？小瑶，这是你二师兄王会天，以后你在这剑峰离他远一点。叔叔，我怎么没听说过木山主还有2个徒弟？王会天是个凡人，不能修炼，你自然没听过。先走吧，别耽误了拜师。值，太值了！此剑一旦成型，可逆风而起，飞越南疆天堑，顺中州川流而上，破掉往生峡谷，直指北渊。糟糕，好像误了时辰。今天剑锋还要先来个小师妹呢。小瑶，还不快拜见你师尊？月瑶，拜见师尊。见笑了，我这地方有些破落。徒儿拜见师傅。会天，你大师姐呢？那个，师姐半年前去参加宗门大别了。那你呢？我没有灵根，就不给师姐添麻烦。修道，修的就是念头通达。今天不揍王会天一顿，怕是会有心魔。会天，1年不见，为师试试你的修为。这个师傅好像有点凶。会天，还有半月，你就来剑锋整整8年了，你可知万道山的规矩？知道，8年未练气者，逐出宗门。算了，我在望贝城有座酒楼，你离开后去那儿当个掌柜吧。这个给你。月瑶，你过来。天生剑体，天生剑体，弯而不屈，真是一把好剑。流氓！流氓！误会，出于欣赏，没别的意思。师姐，拜师完毕，师弟就先告辞了。小瑶，要听你师尊的话，切勿顽皮。是，叔叔。小瑶，这就是你之后住的地方。月瑶这把绝世好剑，只比我早上捡到的那片竹叶差1丝，但竹叶是死的，月瑶可是活的，还会喘气。会天啊，你总是偷看月瑶做什么？我这也是第一次见识剑体。小瑶，你现在已经炼气6层，正是打基础的好时候。记住，剑之一道，最基础的就是气，再是意。在剑气中融入自己领悟的意，便能10倍、100倍的提升威力。你且看好。好强！什么剑气，误人子弟！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教的不好还不让人说，老娘忍不了了！小兔崽子，看老娘今天不打断你的腿！师傅，二师兄不会被你打死了吧？这一剑看空了。算了，反正这小子也待不了几天了。小瑶，万道宗发展到现在，据百家所长，号称有万般道法。虽说有32000峰，但真正撑起万道宗威名的，是那些排名前10的山峰。而剑锋当前排名第8。同门之人禁止生死大战。由于宗门人数庞大，为避免内部生乱，每年都会各峰抽取弟子进入执法堂，通过宗门大比决出堂主。不过我剑锋只有一条规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翻人，人若犯我，提剑砍人。你要是打不过，就找你大师姐，
你大师姐打不过，就来找为师。不过这一批弟子应该也没有你大师姐摆不平的人。传说中的剑锋女魔头白歆，可是我从小的偶像啊！师傅，那二师兄呢？别提那赔钱货，娘嘞，看到他就来气。这月弯如刀，却不如那山林里的青竹笔直，是剑。小友，在看什么？月亮，别看了，我今天是来求剑的。前辈摘星境强者找我一凡人求剑，您老找错人了。这小祖宗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小友，可是在为策灵的事担心？在这里生活了8年，的确有些舍不得。我在万道宗还算说得上话，要不别了，我可不想你被人指着脊梁骨骂。你小子的剑境又提高了，这叫什么剑？这叫人剑，照着我小师妹的模样画的。你小师妹知道她在你眼里长这个样吗？你是白歆的师弟？没错，是我。白歆在宗门大比受了重伤，你去认领一下。我师姐修为已至金丹巅峰，年轻一辈中，竟然有人能伤到她。老头儿，我去接师姐了。这种热闹可是千载难逢。喂，老人家，你看到我师兄没？先天剑体，你是姓王那小子新来的师妹。跟我走吧，有热闹看。秦霄，你胜之不武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？醒了吗？也好，你师弟快到了，他会接你回去。要我说，你们剑锋的排名也该往下走走，几个废物占着位置，真不显丢人。若再无人上台，本届执法堂堂主将由秦霄担任。若再无人上台，本届执法堂堂主将由秦霄担任。秦霄，恭喜夺冠，这是执法堂令牌。秦霄谢过长老。好浓郁的杀气！谁？是谁敢在演武场动手？出来！大胆，竟敢在宗门演武场偷袭伤人，报出名来！剑锋王会天，特来挑战本届执法堂堂主。我乃元婴期修为，竟完全没察觉到刚才那道剑意。这少年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力竟如此深不可测。是他伤了你。师弟，秦霄实力强悍，你还未曾练气，千万不要冲动。脸都花了，还说没事。我上山8年，共修有8道剑术，请赐教。你一个连练气都不是的凡人，也配在这儿逞英雄？第一剑，断孽。秦霄，你疯了吗？老人家，快救救我师兄吧，求您了！救他干啥？打得正热闹，老头子我还没看够呢。竟敢伤我苍阳峰弟子，放肆！第2剑，血杀。好险，差一点就死了。血杀剑，以身为剑，无半分灵气，纯粹到极致的剑意。所以是师兄赢了，对吧？若非赵宽及时散了刀气，两人必同归于尽，以命换命。世间唯你王会天敢如此了。传闻道一师叔年轻时痴迷剑术，为了收集天下10大名剑，不惜搅起江湖无数腥风血雨。莫非他一直在暗中传授二师弟剑术吗？少年，你我宗门同门，各退一步，如何？我师姐同辈无敌，怎么可能会输给秦霄这货？你们暗中做了手脚，怎么还不许我剑锋还手了？师弟，我没事。还没事？脸都花了。师姐被欺负成这样，要回去让师傅看到了，那还得了？你们如此做事，真当我剑锋无人？够了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好呀，原来都是一伙的，
第3剑风劫。小子，住手！听说你又收了一个徒弟，先天剑体，要的就是这个表情。好强的剑意，竟然在借天地大势！是道一师兄，他上一次出手还是下山抢了雷家堡的天雷剑，被掌门师兄打了个半死呢。道一师兄不会又惹祸了吧？少管闲事多发财，假装不知道。对了，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道侣怎么样？掌门师兄的传音。芝芝，快退百步前，你徒儿惹祸了！糟了，不会是白心不小心在宗门大比打死了人吧？十大长老，刑法堂执事，前石山峰主。完了完了，白心到底惹了多大的祸？人也来得太齐了吧？青师拜见掌门师兄。小师妹，你可真是交了一个好徒弟。掌门师兄，我家白心年纪尚小，下手并无分寸，还望师兄明察。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你先看看下面跪的是谁吧。师傅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在一起了？掌门师兄，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这二徒弟没什么本事，他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堂堂长老阁大长老，竟然使小动作打伤剑锋弟子，破坏宗门大比公平。我自有我的考量，老夫执掌长老堂，难道还不能搞点小动作了？贼子，枉费老子与你兄弟相当，你竟然坑害我师姐，老子咬死你！慧天住嘴！还有你个小混蛋，你装什么委屈？你知道那一剑伤了多少同门？1万多弟子轻伤，3个长老重伤。天书广场那可是万道宗的瑰宝，就这么被你切去了一半，你现在还敢逞凶？就这小子，真的假的？道一，你先说，为什么要坑害白心？这小子整日窝在山里吹牛，说什么他有一剑能从青山斩北元，老子让他斩他又推推拖拖的，所以就坑了他师姐一把。老子让他藏着掖着，就只是这样？这不是快到测灵了吗？吹牛那么厉害，还不是练不了气？所以，道一是在逼着王慧天出手，你想保下他？老夫只是觉着规矩太过死板，如此剑才太过可惜。以凡人之身剑斩万人，这何止是剑才，这是万古难得一见的妖孽。可就是这样的妖孽，竟然没有灵根，任他如何经验，100年之后也会化作一滂黄土。难怪道义生出挽留之心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什么砍了上万弟子，切了天书广场，什么剑才？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这二徒弟每天就知道在竹林里看蚂蚁、捡树叶，哪有这本事？关于王慧天测灵，半个月后再行讨论吧。你俩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不能不罚，都给我去监狱里关禁闭。老头儿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万道山剑狱，其深不可见底。传闻1000年前北元来犯，魔尊杀到了剑狱，是要入剑狱一探究竟。结果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。哼，就一树洞而已。你呀，没有灵根，生命不过100年，不该浪费光阴。谁说没有灵根就不能自己造？原本我也觉得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，直到昨天见到了月瑶，见到了他体内的剑。只要能移植一把可以感受灵气的剑进入体内，我也是先天剑体。长老，您要的点心我给您买回来了，您慢用。我堂堂长老怎么能穿这种衣服？还不去把我的衣服送过来？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哎，再给我带2斤瓜子来。这是我师兄叶战天的战书，邀你师兄至天居广场一战。这个月都第28封了，你们怎么都想挑战我师兄啊？毕竟凡人斩元婴这事太过魔幻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你呢？你也是来送战书的？不是战书，是情书。给我二师兄的？不是，给你师父。师父，我和瑶瑶回避一下。不用，有些东西是需要大家共同见证的，避免以后出去吹牛没人信。都别走，为师有些紧张。白心，你帮我打开看看。师父这是在害羞吗？好有趣啊！难道说是掌门师兄写的？
还是剑仙李逍遥？莫非是我的儿时玩伴华云星？这种信我1个月要收到好几10封，师傅在紧张啥呀？我不要待在监狱，师傅救我出去，我要下山。老娘今天劈了他！二师弟给师傅写情书。什么？二师兄喜欢师傅？8年了，我怎么没发现过？什么？二师兄喜欢师傅8年了？推算了这好些天，我已经想到了解决灵根的办法。待我炼气，可斩化神。若是筑基，摘星的腿也给你卸了。你要卸谁的腿？给我一个让你出去的理由。挨打要还手，这可是师傅您教我的。合着怪我喽？规矩就是规矩，等到了时间，你自然就能出来了。你不让我下山，我就杀出去。别呀，小子，你别冲动，那可是判门呐！我去给你求情，我去。就你，自身都难保，忽悠谁呢？师傅，徒儿上山8年，从没求过你什么，你也没怎么管过徒儿，徒儿就求你这一次。你就在这等着，不许惹事。至于能不能出去，带我去跟掌门师兄求求情。谢谢师尊。师兄，你出来啦！我说师傅昨天干嘛大闹百木殿？可怜的陆宗主，天虚广场还没修好，白木殿的顶又被掀了。原来师傅是这么个求情法。哎呀，师兄，师妹怎么站在这里吹冷风？万一生锈了怎么办？师兄这是在关心我。小友，前辈，我去，前辈，你不是应该在监狱吗？先别管那些，小友，你不是有8件吗？剩下5件是什么？这种机密怎么可能随便拿出来说？别呀，小友，这样，你只告诉我第8件是什么，我用宝贝跟你换。天下10大名剑，天魔和寒光，你选一把。剑你收回去吧，破铜烂铁。寒光怎么说都是名剑榜第2，虽然比不上监狱底下压着的那把，但也还算可以了。老子当时为了抢这把剑，被人追杀3000多里，鞋都跑丢了。这货剑道平庸，还爱收藏名剑，简直是浪费。行吧，我收下了。之后要下山寻找药材，身上带把剑，能省不少事。这第8剑还未属名，此剑若成，逆风而行，藏于山川，威力大吗？可从青山斩北原。北原距此何止千万里？小友，这牛皮还是别吹了。而且这怎么看都是片破竹叶，满山都是啊！长老莫听这痴子胡说，我看他是被仇恨蒙蔽了眼睛。既然穆师妹回来了，老夫就先回去了，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我偷跑出来了。我儿子秦霄还没苏醒，而王会天竟然被放了出来，简直是可恨至极。怎么样，查出伤势了吗？虽然少峰主呼吸平稳，金丹正常，可就是不知为何一直昏迷不醒。要不上剑锋找王会天医治，他下的手，他一定有解决办法。败给一个凡人已经够丢脸了，而今还要上门求助。其余的人都下去吧。赵括留下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明日你把萧儿抬到剑锋上去，连同担架扔在山道上，救不救全凭剑锋做主。这不完全是摆烂了吗？若是他们救人也就罢了，若是人死了，我倾全锋之力也要剑锋陪葬。扔这儿吧。大师姐，他们这是干啥呀？恐怕是想和我们赌命了。师傅，你快来看看这个人！秦霄浑身气血充盈，照理来说早没事了，可怎么还昏迷不醒？会天呢？二师兄一早就去看入门试炼了，说是剑锋人太少，他去给师傅物色几个好弟子。这家伙最近好像越发不安分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昨天入门试炼出了个100年难遇的天水灵根，何止啊！听说宗主都亲自出面，当场收为亲传弟子了。
天女峰青白花见过夜白剑仙，竟然是夜白剑仙，他不是早就突破摘星境了吗？难不成也要来万道宗拜师？我来只有一事，最近传闻剑锋有一少年凭凡人剑逆斩元婴，是否为真？不错，此事已在万道宗内传得沸沸扬扬，千真万确，不会有假。竟然是真的！天雷体万年难遇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左冷风，你滚远点！你个练刀的，瞎凑什么热闹？少年，我雷炎峰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你若进我逍遥峰，我保准你3年化神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卷剑锋，我师父人美心善，还没嫁人。这群不要脸的老头，欺负我没修为，硬把我滚出去。要不我直接劈上一剑，这样就没人跟我抢了。王会天，你师父让你立刻回剑锋。不回，忙着呢。想要自重灵根，我还得多参考参考其他灵根才行。你在无视我！师姐恕罪。赶紧跟着我回剑锋。秦霄现在生机逐渐衰弱，万一死在剑锋，我们可说不清。我怎么感受到一股惊天剑意正在接近剑锋？擅闯剑锋，给我死！你是摘星境？沐风主，今日是夜白冒犯了。其实我今日过来是为了看一眼那个使剑的凡人。若是当真如传闻那样，我认为穆道友教不了此人。那谁可以？天下唯我可以。分明是公然抢夺。若他能助慧天修行，让出弟子倒也无妨。慧天无灵根，叶剑仙可有办法助他修行？无灵根者难入修行之道，我无能为力。虽无法修行，我却能让他此生百年极尽璀璨。师父，我们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这少年看着如此普通，难道外界的传闻都是假的？小子，朝我出剑，你会死。我可是摘星，世人眼里的剑仙，就算我站着让你砍，你也伤不到我一根头发。出剑吧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如何让我殒命。不对，全然感知不到，没有剑气，没有剑意，空无一物。这一剑的境界早已远超我数倍。这究竟是什么剑？弱者，先接住我这一剑，我再告诉你。弱者，这小子也真是敢说，这可是剑仙啊！不行，我得出手了。万一叶白忍不住宰了慧天怎么办？我好像看到一个老婆婆在喂我喝汤。不对，醒来，能自己从幻境中醒来，不错，资质上乘。不管是心性定力还是剑道天赋，都比我那个不成器的师傅强多了。阁下尚有一剑未出，请赐教。我尚有7剑在手，但凭什么给你看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阁下剑法精妙绝伦，叶白请求拜阁下为师。叶剑仙，慧天修为尚浅，你这般……叶白，拜见师祖，我可不收你，别乱攀关系，把我师父都喊老了。师父若不收徒儿，徒儿便长跪在此，绝不起身。要凑齐药材还差100万灵石，最重要的是还差一把可以做灵根的剑。寒光剑终究差了火候，唉，还是缺灵石啊。这里有200万上品灵石，是我的全部家当。徒儿深夜来访，也不知道敲门，这般毛躁，成何体统？成了，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还傻乎乎在门外跪大半天干嘛？师父恕罪，徒儿一时情节失了分寸。对了，师父，白天您那一剑精妙绝伦，徒儿多处不解，求师父指点。看见外面躺着的那个人了吗？既然灵气和神识都无法察觉，就用心去感受。你若能救活他，便能悟透那一剑。谢师父指点。
发财了，足足200万上品灵石，哈哈，拿这当彩礼，我能娶10个师姐，100个师傅。啊！王会天，你反了天了！我让你娶100个师傅，还娶不娶？让你口无遮拦，让你狂！王会天到底是个什么人？系统，你说，若是我那招鬼影闪对上他那时无波无言的断念，究竟谁胜谁负？宿主，请不要怀疑，你是这世间最强的存在。也是，就算鬼影闪不敌，我还有一招，一刀流居合死。狮子哥哥，他王会天不过是个凡人罢了，而我可是有系统半生的天命主角。真是有够破烂的，我那表弟就在这种地方修道。剑锋虽破，大弟子白心却是绝世美人。老师，你说若是王会天知道白心即将成为我的三皇子妃了，他该作何感想？一介废物能有何感想？你说谁要来了？大秦三皇子已经上剑锋了。徒儿，随我去剑域取一把剑。什么剑？媲美月瑶的绝世利剑。什么情况？若有人下来，帮我挡一下！你要去取剑域底部的那把剑，那把剑凶狠至极，强行驾驭很可能会死。半个时辰后我没回来的话，替我去剑锋报丧。前方进行。我需要那把剑。那把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之前在洞外，然后来了洞里。你说我现在属于洞外还是洞里？剑既然在这个世界，便属于这个世界。反正我在这里，谁也别想过去。哎，你这小丫头，你不讲道理，说不过就动手。哼，在这里，我的道理就是道理，看我的！叶白羽刀一拖不了多久，我得速战速决。第4剑，山河裂山。你混账！剑域环绕深坑建成，你这是要把我们都埋了！千年环，先别管他了，扫过剑域。再见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还没见到剑，我就要先淹死了。那年我刚8岁，随父亲征战北原，那一去，我父亲与数百万将士战死，唯有我被师父带回。大秦还在，北原还在，我怎么能死？我还没看到大秦收复北原。剑一，断念专斩心神，可让意识沉睡，身体休眠，减少空气消耗，我还得活着出去。不知雪妖大帅与大秦三皇子光临，有失远迎。陆掌门冒昧来访，多有打扰。陆掌门，我父王听闻剑锋白心精才卓巨，特为我与白姑娘赐婚，还望掌门应允。对了，陛下知晓万道宗镇守南疆不易，已派大军入驻山下，与万道宗共抗妖兽。这是在威逼万道宗啊！如果不答应，恐怕接下来便是大兵压境。可若是答应，便代表万道宗服软，任由大秦拿捏。白心是我师妹的弟子，还需与他本人商议。掌门，有人强闯剑域。赐婚之事容后再议，两位没事请回吧。老师，这也是您的计策？不是啊。法官，别走，还我法官啊！
掌门好。他一个小辈就算了，你身为行堂长老，怎么也一起胡闹？掌门，这次算我求你了，就一次，我以行堂首座职位担保，让他去取那把剑可好？你知道，若是那把剑破除剑域，将会造成何种后果？若是邪剑作乱，身为行堂首座，当以性命镇压。好，你这是在用性命压住王会天那一介凡人呢！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。无相剑的确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好剑，与月瑶不相上下。不对，这剑身上有7个空洞，原本应该镶嵌着7颗宝石才对。若是寻回这7颗宝石，这把剑比月瑶更好。快来救我！别急，我现在就放你出来。什么废物！你用力啊！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有缘人，结果连这些铁锁都拔不动，你是不是在演我？你是无相剑的剑灵，既然要将这把剑融入体内当做灵根，这个剑灵便留不得。剑一，断念。没有灵气，没有剑意，我还以为来了个高手，原来只是个凡人。等等，不对，此剑无声无息，专斩心念，更是灵体的克星，对付剑灵再合适不过。擅闯剑域寒潭，这事儿太大，我恐怕兜不住啊。青师，一会儿等那孽障出来，你就趴在掌门脚边痛哭，就说你含辛茹苦的将这孩子拉扯大，如此这般之不容易。放心，我自会在一旁为你略阵。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师妹，冷静。冷什么冷？让老娘去将他揪出来。师妹，潭底有7个黑洞，会吸人灵气。那你倒是早说啊！青师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我再下去捞。你没遇到吸灵气的黑洞？黑洞？什么黑洞？老娘倒是有个吸精气的黑洞，你要看不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还好，还有气儿。他们应当是以为我并未取到无相剑，殊不知无相剑早已被我融入脊柱，塑造成了剑骨。只是无相剑气爆裂，无时无刻不再刺痛着我的血肉肌肤，而且剑身上的7个黑洞正在自主吸收着灵气。我有预感，如果任由无相剑吸收到足够的灵气，强大的剑气会直接撕裂我的尸躯。该死！为什么月瑶的先天剑骨会自主滋养本体，而我的却恨不得将我摧毁？师兄，吃药了。小瑶，快过来，让师兄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灵药，我现在需要寻找灵药，修补不断破碎的身体，才能与无相剑达到平衡，否则我随时都会被反噬而死。此剑已成。这竹叶倒是有些像傻小子怀里那片。哈哈哈，这哪是什么绝世利剑，定是那小子又扯谎骗我，还什么可从青山斩北原。这一剑我算计了8年，如今终于斩出。师父，刀斩肉身，心斩灵魂。我那一剑斩的是他心念，出剑无痕，心念所达便是剑锋，剑锋所至，摧心灭欲断气。我出去走走，你若有所得，便用它试剑，千万别弄死了，弄死了我师父不好交代。快看，怎么来了个凡人？
小生仙，这厮是个狠人。别看他没有修为，砍人那是不眨眼啊！以凡人之躯逆伐元婴，一剑伤上万弟子。长老，我领个任务。领取任务需要对应修为，一个凡人瞎凑啥热闹？就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？还真有一个任务不限制修为，而且是今天早上刚送来的。自己看。守望山疑似有北元魔修作乱，需派人前往调查。之前有没有不限制修为的任务？没有，第一次见到，算你运气好。狗屁运气好，这个任务100%是冲着我来的，看来是有些人忍不住了。殿下，任务被接取了。很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。王会天那种呆子，从小就不合群，整日不是数蚂蚁，就是盯树叶。这种人怎么可能是修剑的绝世妖孽？表弟啊，只可惜我下次见你，见到的便是你的尸体了。他到哪里了？殿下，走到逍遥峰的玫瑰林了。半个月了，足足半个月，这混蛋还没走出万道山啊！再等下去，我安排的那个魔修早都他妈老死了。穆青师，你管不管你徒弟？他路过我峰玫瑰林，把花朵全霍霍了，就留下一排排树干子。母老虎，你给我出来，陪我雷岩峰的万年迎客松。姓穆的，我刀锋今天必须要讨个交代。什么混账，把鱼肉全刮了，欣赏鱼刺的！各位长老，我师父昨日闭关了，还请各位长老多多担待。这祸害过境，怎么片草不留啊？哼，我师父做事自有他的考量。各位在此胡搅蛮缠，是觉得叶某剑不利乎？我们胡搅蛮缠，还讲不讲道理了？我叶白的剑就是道理。今日输的人留下佩剑。白心师伯，你让开些，免得一会儿血溅你身上。多谢掌门师伯亲自御剑相送。唉，再不把你送到，半个万道山都要被嚎秃了。算了，好好做任务吧。长这么大，还从没人对我这么无视过。喂，小哥哥，我这么一个大美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是眼瞎了还是瞎了眼？墨色发丝随风翻飞，确实柔顺好看。这位小娘娘，劳烦让个路，我是万道山下来的仙人，专程来查邪修作乱的。小娘娘，可恶，她居然把我当成村里的寡妇了！这村子有10几户人家，门前泥土湿润，却无半个脚印，连虫蝇都不见一只，处处透着诡异。怎么样啊，万道山来的小仙人，查出些什么眉目了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该不会什么都没查出来吧？怎么被本姑娘的美貌折服了？要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我是洪峰谷修士，也是出来查邪修的。而且你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难道以为可以伤到我吗？第4届山河，好快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洪峰谷修士，你没听过洪峰谷吗？这村子里毫无声息，只有你最像邪修。你潜藏在守望山，靠着美貌勾引往来年轻村民与修士，吸食他们的血液修炼，是不是？你这哪里脑补出来的荒唐故事啊？我根本没有，我告你诽谤啊！方才你偷袭我，已被我制服。来，在我脖子上再咬一口，这样才显得真实点，也好坐实你的罪名。你无耻混蛋，你逼良为娼！血腥味，可以放过我了吗？邪修就在那边。你去把他抓过来，抓不到我依旧拿你充数。我去。那道气息修为仅有金丹，不可能曾造成覆盖整座守望山的魔物，这其中必定另有隐情。有意思，
他竟然真的一丝修为都没有。系统，检测王慧天的实时气运值。检测完毕，人族王慧天，道歉天道气运1000万，当前气运值-1000万。气运值还有负数的，他这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，才会欠这么多气运？你说他哪天渡劫时，天道会不会劈死他？话是这样说，但若真劈死了他，欠下的气运谁来还？算了，机会难得，我得去看看他的剑。鬼影闪，又跑回来了。看来这片雾气是一个巨大的迷踪阵。搞不懂的东西，就先斩他一剑。剑3，风起！一剑破不了，那就再来一剑。剑4，三合。公子，快来啊！剑2，血杀！这里是恶飘鬼窟，这种级别的禁地，就算是摘星来了也不一定能破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守望山？他这是打算硬刚禁区？系统，我真的打得过他吗？他可是连灵气都没有啊！请宿主不要怀疑，你是最强。找到你了，邪修！师弟冷静，是我啊，主峰洛无极，陆宗主的首徒。我操，挡不住啊！那铁定就是邪修无疑了。我要找到那道黑影，一刀一刀剖开，亲眼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灵根。可怕，太可怕了！从系统觉醒以来，我何时被人这样一招秒杀过？王慧天他简直不是人。散修李善良，见过青山万道束手。你认识我？那是当然。师傅，我练气7层啦！接下来为师传你落星剑法，你要好好修炼，这可是为师的不传之秘。练到大成，可摘星斩月，所向披靡。比二师兄的剑还厉害吗？那是当然，你二师兄的剑是凡人剑，狗都不学。哈哈哈！我悟了，师傅，我悟了呀，我悟了。这便是我悟出的断念。师傅没有说错，他若练气，可斩化神。不许吵闹！沐风主，你二徒弟被洪峰谷扣下了，说是让你带着诚意去赎人。赎人？赎啥人？我二徒弟月瑶乖着呢。怪哉，此子初看似乎是先天剑体，但哪有剑体直斩自身的？他这一身伤，全是体内剑骨所致啊！他似乎将一把灵剑融进了体内，可这也不对啊！他气海空空，即便是我等大兄将灵剑融入体内，也会被剑气侵蚀毙命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这混账，花了我那么多灵药才救活，结果你师傅人呢，都不愿意来赎你。隔壁床的洛无极早就被陆青山领走了，就你跟没人要一样。我若想走，你们挡不住。脾气还挺大，这小子不会砸手里了吧？王兄，赏树呢？看出了些什么名堂？你看这枫叶美吗？王兄，世上最美的事物就在你身边，你却整日盯着一片枫叶，可笑可笑。红粉骷髅罢了，每日在我眼前晃悠，甚是碍眼。王兄说我姐是红粉骷髅，殊不知你倾慕的也不过是片枯叶而已。你抬眼看她，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。我便在此看她实息，你且看我是不是两眼空空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。王兄，你脸红了。王兄，你脸红了。哼，洛兄不用激我，我心境平稳，毫无律动。
怎么会脸红？欺人太甚！当着我的面说我是红粉骷髅，我特妈一张绝世脸蛋你看不见，开了透视专看皮下的头盖骨是吧？既然你师傅不来赎你，你就给我去打工赚钱还债，天天窝在我住处吃白食，还敢编排我，简直是给你脸了！果然还是老姐厉害，分分钟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哎，姐，等等我，我与你们一起。红柳师姐怎么愿意碰男人了？难道是我们红枫谷的天之娇女动心了？就这个，报酬最高的特级任务，护卫大秦二皇子。一个大天皇王子怎么会找仙门的人护卫？悬赏10万下品灵石呢！就这个任务，我们接了。红柳师妹，可否带上我一个？华师兄，此次任务我已经带了红洛与万道山这位师弟，到时结算灵石，他们可都有份。无妨，华某不缺灵石，只想出去历练历练。我仅有金丹巅峰，做个苦力，红柳师妹不会嫌弃吧？你看，你眼中的红粉骷髅，在别人眼里却是珍馐美玉。师妹，此舟乃炼气阁大长老出品，日行千里，从这里到大清皇城只需3日。土鳖，没见过这种好东西吧？吓傻了吧？什么非洲我没见过？当年我随父出征北原，那时候非洲过境遮天蔽日，里面没有一艘非洲比这艘差的，那可都是大秦王朝的底蕴。只可惜，一战尽数葬送在了北原。我能不去吗？你是不是想赖账？不，我怕忍不住出手，平了这个大秦。一介凡人真是狂妄，还说什么平了这大秦，多大的胆子才敢说出这种话？出发吧。我体内无相剑的7个孔洞，如同漩涡时时流转，不停地在吸收灵气。现在人剑一体，再让它吸收下去，我不一定还能压得住。王会天，之前给你买药花了我13万灵石，这一单做完还剩下3万，到时候你给我洗衣叠被，打扫院落1年，就算还清，怎么样？还打扫院落呢？我上剑锋8年，扫帚都没摸过一次。喂，此人好胆，还没到大兴皇城，竟然就敢对我动手！你在找死吗？一个凡人竟然察觉到了那缕剑气！小子，不要认为有红柳庇护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。在下向来不善言辞，但善剑。华晨飞，你在干嘛？红柳师妹，现在可是我被他用剑指着，你一出来就质问我，这合理吗？你带来的蝼蚁还请你看好，别让他到处挠人。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啊！怎么回事？我要杀他，谁拦我，死！你要杀我？哈哈哈哈！你怕是要笑死我吧？怎么，就凭你手里这把剑？不用剑，也能杀人。王会天，你别冲动！华晨飞可是红枫谷大长老的孙子。啊，那巨蟒是条堪比元婴境的大妖啊！不要杀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会天，放过他一次吧，你杀了他，我没法向宗门交代啊。再多抱我会儿。原来性情如此冰冷的人，身体也是暖的。第9剑，悟了。此剑便用红柳入名吧。不能再薅了，再薅就秃了。来者出示文书。万道山王会天，怎么不认识？东门守将李靖拜见镇北王。镇北王倒是好久没听过这个称呼了。这称呼原本是我大哥的，后来大哥战死10万大山，由老爹继承，老爹又战死北原。别人家一个爵位能世袭好几代，我家一个王位在2代人里轮换，可真是好笑。皇舅还真是会做人，我入了青山8年，竟然还给我留着这王位。你是镇北军旧部？北伐时，属下立于第3军3营10副长。行了，退下吧。是。
大秦镇北王虽然是个落魄王爷，但真的还不起我3万灵石吗？该死，我怎么惹了这号人物？王兄，你真是镇北王啊？那你是不是有超大的封地？那当然了，镇北王的封地绵延千里，从星月关到天狼山，这得有多大呀？星月关是大秦抵抗北元的边关，天狼山是北元魔修的圣山。不对，听闻当年镇北王风光时，皇帝封了他北境千城，可镇北王却拒绝了，开口便讨要这大秦之外的四海八荒。皇帝一道圣旨赐下，这可不得了了。从此以后，镇北王开始征战四海、8大邻国、10万大山，北元西没，走到哪里打到哪里。那时的镇北王啊，为人狂放，据说修为通天，战无不胜。怪不得这小子脾气这么差，合着是家族遗传。此处便是二皇子府。敢问前辈，此剑可是传闻中的名剑寒光？不错。小女子秦然，见过前辈。当年道一前辈为了抢这把剑，可是把鞋子都跑丢了。而今寒光剑出现在这个少年手中，他的身份想必不容小觑。诸位今日请先在此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会来为诸位详述任务。你说我姐是不是真看上这小子了？你别说，这样看去还颇为般配。还什么般配不般配的？我现在就想赶紧做完任务回家，外面的世界太恐怖了。既然来了皇城，自然要去镇北王府看看。蝼蚁还真不少。该死，为什么洪峰谷的增援到了，门外反而更加热闹？我都放弃争夺皇位了，还不愿意放过我吗？秦然，外面怎么样了？殿下，不知为何，门外监视的人员突然少了很多。少了多少？至少9成。殿下，方才皇城传来消息，王会天出现在了皇城。你说什么？本王在这里等了他半个月啊！你现在告诉我，他已经到了皇城？混账废物！走，回皇城！本王这次要向父皇请旨迎娶月瑶，然后将2份婚书狠狠地砸在他脸上。你是小少爷？南伯，我娘呢？8年前北元战报传来，夫人便搬回长公主府了。后来听闻小少爷你被万道山救下，老奴也曾去劝过夫人将你接回，可夫人不允。那时王府客卿幕僚均被夫人遣散，老奴也是有心无力，想着不如就让少爷您留在万道山，或许还要安全些。树倒猢狲散，这再正直不过。从小我就不赞成大哥的想法，什么广招幕僚、结交客卿、掌100万雄兵以图天下，都是狗屁。要我说，结交不如胁迫，掌100万雄兵不如掌手中一剑。南伯，烦请你去通知一下王景轩，让他来镇北王府见我。少爷，长公主毕竟是您母亲，可不能直呼名讳。哼，明日若我见不到他人，父自负。身为镇北王妃，谁允许他私自回长公主府的？前方便是公主府禁地，还请镇北王折返，另寻他路。皇舅龙床我都去过，这天下何来禁地？陛下，他当真在你龙榻上待过？自然，当年还特意封了份厚礼，让他为新榻祈福，图个吉祥顺累，多添福泽。原来是这般缘由。快看快看，要动手了！风起。
疯子！你错过了唯一的机会，剑一断一枪。放肆！镇北王在我门前杀我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王景轩，你的人拦我去路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你来找本宫，到底所谓何事？镇北王妃擅自回宫，与礼不合，我要你跪在叶家列祖列宗牌位面前，向他们磕头认错。大胆！王惠天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跟着我姓，是我的儿子。我如今正是修炼关键时刻，你莫要在这里跟我胡闹，耽误了我飞升。飞升？待到秋来9月8，马踏仙界断仙崖，待我灭了这仙界，我让你无仙可修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下界种地。王景轩，好自为之吧。让那些跟踪的人都撤了。是。黑衣元婴巅峰能被他一剑斩杀，我这个儿子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。前方便是公主府禁地，还请镇北王折返，另寻他路。黄臼龙床我都去过，这天下何来禁地？陛下，他当真在你龙榻上待过？自然，当年还特意封了份厚礼，让他为新榻祈福，图个吉祥顺累，多添福泽。原来是这般缘由。快看快看，要动手了！风起。疯子！你错过了唯一的机会，剑一断一枪。放肆！镇北王在我门前杀我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王景轩，你的人拦我去路，谁给他的胆子？你来找本宫，到底所谓何事？镇北王妃擅自回宫，与礼不合，我要你跪在叶家列祖列宗牌位面前，向他们磕头认错。大胆！王惠天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跟着我姓，是我的儿子。我如今正是修炼关键时刻，你莫要在这里跟我胡闹，耽误了我飞升。飞升？待到秋来9月8，马踏仙界断仙崖，待我灭了这仙界，我让你无仙可修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下界种地。王景轩，好自为之吧。让那些跟踪的人都撤了。是。黑衣元婴巅峰能被他一剑斩杀，我这个儿子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。清然，府外情况怎么样了？殿下，不知为何，那些暗探凌晨全部离开了。如今整个皇城波诡云谲，除了你之外，我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。父皇随时可能突破入道，退位进入长生林，到那时才是真正的腥风血雨。清然，带我去见这次请来的外援吧。是。红枫谷华皇妃见过殿下。哈哈，不愧是红枫谷天骄，实力果然了得。贵宗不是来了4位天骄吗？不知还有一位少年君杰现在何处？好久不见，二表哥。二表哥，你似乎很怕我。别怕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惠天，怎么感觉这二皇子很怕你？你不是他表弟吗？太子早夭，3皇子背靠雪妖大帅，备受皇帝宠爱。4皇子天资妖孽，如今已是元婴巅峰修为，镇守北原星月关。至于5皇子，是个啥都不懂的小屁孩。几位皇子里最没出息的就是这王浩，小时候偶尔揍了他几顿，给他吓得真是幼稚。殿下身为镇北王，在下也不好给您安排护卫任务，您且在皇城随意闲逛即可。
传闻轩宝楼卖的东西来自仙界，无数灵丹妙药都是这片大陆之前没见过的。是吗？张嘴接着，穷鬼，再撒了可就没有了哟。楼上那位是谁啊？这么大架子，那可是雪妖大帅的嫡子，皇城最大的纨绔。客官，2楼不能带剑进入，客官。大胆！你要干嘛？你知不知道我爹是镇国元帅雪妖？杀的就是。放肆！何人胆敢在此闹事？李将军，你要拦我？镇北王，杀人了！哎呀，小王爷，您闯祸了呀！雪妖修为通天，而且手握数十万大军，可不敢轻易招惹。当年雪妖断我爹军饷，100万大军饥寒交迫，这些事难道李将军你忘了吗？可是小王爷，如今的4大镇国元帅，即使是皇室也不敢轻易交恶，稍有不慎就是天下大乱啊！交恶，就算是雪妖，我也迟早要杀了。对了，李靖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这轩宝楼是长公主、是夫人的产业，我等老家伙平时会在这边镇守1、2。原来是我自家产业。这些灵树、宝物，还有账面上的灵石，全都给我装起来。这个也带走。今日轩宝楼闭店，我给5个数的时间，还留在这儿的。王锦轩，当年我老爹和我大哥打下1000万功勋，才有了你的今天。可你非但不知感恩，还将镇北王府洗劫一空，任由他衰败落魄。今日不过物归原主而已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长公主殿下，轩宝楼被洗劫了！何事慌乱？饶我清修。今日小公子流窜到轩宝楼，出手杀了镇国元帅公子司徒羽。后来听说轩宝楼是公主您的财产，遂起歹念，将里面所有的灵石宝物都洗劫一空。哼，我修行极为耗费资源，能不能飞升仙界，可就指望这轩宝楼的收入。这个逆子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传我旨意下去，今后禁止他再踏入轩宝楼一步。我这妹妹还真是野心勃勃，姑在位60余年都无法炼化大秦龙气飞升仙界，她妄想一朝升仙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这颗棋子似乎有了些自己的想法，是否除掉？且听风吟。踏入炼气期，就在今日。华晨飞，你去坐镇府门前，今日府邸细决一切来客。红洛，你在屋顶住手，没我命令，一只麻雀也别放进来。红柳，为我护法，凡擅闯者，杀无赦。慧天，你是不是隐藏了修为？现在要突破摘星还是入道？好好看着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九星天莲、紫母兰、观音藤、化仙草，怎么还有毒药？
药是这么吃的吗？王会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不要你，快吐出来啊！离我远点，一会儿爆了，小心血溅你身上。不相见，既是机遇，又是催命的绝症。既然我命中注定要死，那不如死马当活马医。我王会天今天就要与天道赌一次命！会天，小黄盘。弟弟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雪妖大帅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？王会天，你不分青红皂白杀我嫡子，我今日若不替雨儿报仇，枉为人父。会天正在突破当中，雪妖大帅这般趁人之危，恐怕不妥吧？趁人之危？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？赶紧让开，这不关你事。红柳师妹，为了一个王会天得罪雪妖大帅，不值得呀。小丫头，你这是非要护着王会天了？会天他还欠我3万灵石没还，今天这个人我红枫谷保了，谁都不许伤他。好，好一个红枫谷，好一个性情的丫头。看来今天你是准备求死了。无相剑孔洞汹涌吸纳着狂暴灵气，将王会天的皮肤狠狠撕裂。突然，无数透明如同发丝般的剑气在他破碎的皮肤上穿行，他以剑气为线，强行将即将破碎的皮肤再次缝合。王会天的剑，天下第一。等他醒来，雪妖，你就等死吧。天下第一，一个凡人而已，就算他有点小手段，也永远无法跨越境界上的鸿沟。小丫头，再不让开，下一场就让红房谷来领尸体。不让，不让！我答应了替他护法，就绝不会让。求您放过我姐姐吧，雪瑶前辈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红柳师妹，雪瑶是摘星境强者，我们不是她的对手啊。借问人间，只我这能有情，三只妖精随呼吸，世界显了悲喜，孑然一身苍。雪妖大帅，好久不见。王会天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还不走，下一件要的可不就不光是你的手了。你还好吗？会天，红柳，我突破炼气期了哟。还嬉皮笑脸的，昨天都快把我吓死了。昨日我刚突破炼气，境界不稳，才只斩了雪妖一根手臂。待我下次杀他，只会如砍瓜切菜一般简单。你就吹吧，为了修炼，不把自己的命当命，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人？我当然不会告诉他，若再不突破，无相剑气便会将我斩成碎片。但我的确没有想到，他会为了3万灵石拼了命护我。红枫谷天骄那么缺钱吗？这是什么？欠你的3万灵石还清了。你这木头，你真以为我要的是你的灵石吗？秦姑娘在干嘛呢？殿下喜欢些花花草草，我平时无事便给他照料照料。哦，那挺不错。不过还是不要落下自身修为，那才是我辈修士应该关心的。这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镇北王，怎么会突然找我闲聊？难道是想套我的话？镇北王教训的是，
那个王爷还有何事？快点发现我已经练气起了吧！王爷莫非是饿了？饿？我被修士踏入炼气已经辟谷，怎会饥饿？对了，秦姑娘，你家殿下呢？今日朝会，殿下一早便入宫了。大秦朝会怎么能没有我战北王？这大秦朝会，光入殿参会者便有上千人，于殿外聆听盛言者更是足有上万。9道宫门同时打开，其中等级森严，中间宫门仅皇室宗亲可行，两侧次门则为3宫9警等权臣通道。最边缘的小门走的都是些低等官员，人数最多，因此总在排队。那我们可以走哪扇门啊？您是皇子，自然可以走最中间的门。怎么回事？火车差点撞到人了都不知道。王会天，你要死啊！这可是皇子的马车。小王爷，国师，你这马夫赶车不看路啊！国师大人，小的这确实没想到，竟然有人不坐马车步行入中门啊！小王爷，抱歉，您先走吧，我们随后再跟上。哼！中门禁地，非皇室宗亲不得入内。会天，要不我们去那边排队吧？哼，看清楚了，本王乃王谨轩亲生儿子，王道阳的亲侄儿。本王问你，能不能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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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我去会会这大秦诸王，你在皇宫里随便逛逛，这剑能保你3次。你千万小心。放心，他们还不能拿我怎么样。若是有人刁难你，你就去长公主府；要是王谨轩不出手，你就开口骂他，说他数典忘祖，管生不管养，枉为人母。他若要出手揍你，你就说怀了我的孩子，孤儿寡母遇上了恶婆婆。群臣入殿。哪里来的无知小儿，竟敢私自入殿？哪里来的老东西，竟不识得镇北王？黄口小儿，镇北王一脉已在北渊一战尽数消灭，成为历史。你是何物？本官又何须认识？好的，下完朝会，我也让你全家消灭。还请陛下替臣做主。这小子进城数日，胡作非为，洗劫宣宝楼，无故杀臣嫡子，还将臣手臂斩下，罪已致死，当即刻问斩。我呸！不过是宰了个人渣而已，我这是为民除害。你这是杀人！把东西拿上来。好剑，好剑啊！哈哈，镇北王还是跟小时候一个样。好了，开始议事吧。先从哪里开始讲呢？要不先说说孤入道后谁来执掌大？这可是个敏感话题。陛下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事儿摆到了明面上？朕知诸卿皆有心中人选，不如这样，选2皇子的站左边，选3皇子的站右边，选5皇子的站中间，选谨轩长公主的站到姑面前来。诸位投票，谁的人多就选谁，可好？臣等不敢。不敢吗？对于修仙皇朝来说，只要实力足够，何事不敢啊？诸位，这些人看似胆怯，心底里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。不过说到底，姑也就是敲打敲打，只要长生林不倒，这大秦的江山就乱不了。无数年来，每任秦皇突破入道，都会进入长生林，那才是大秦真正的底蕴。没人知道里面隐藏了多少大能，即便是姑也不清楚。你们最好都收收心思，否则姑不介意在入长生林前清洗清洗这朝堂。启禀父皇，儿臣此次前往万道山，看上一女子，请求父皇赐婚。上次刚给你赐婚了一个白心，万道山直到如今还没有回复呢，现在又要赐婚，请求陛下赐婚。万道山剑锋月瑶。杀！王会天，乾坤殿重地，岂容你放肆？
天要使其亡，必先使其狂。今日我便替镇北王府清理门户。我身具皇家血脉，可调动皇城龙气。我亦是当代镇北王，就连这皇城大阵都是我镇北王府修的。我狂怎么了？可调皇室龙气，可掌皇城大阵。若是真的，这镇北王的权柄可比我们想象的大多了。你王会天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可是乾坤殿。再敢打月瑶的主意，我活剐了你！惠天谢过皇舅赠望，今日先退下了。去吧去吧。镜花水月呀，你觉着我这侄儿可有趣否？您觉得有趣，便是有趣。惠天，你还好吗？看，好皇舅送我的礼物。小心些呀，一会儿仙人掌掉地上了。走快点，再磨磨蹭蹭的，我就把你这宝贝扔地上。砰！尖刺一断，我再狠狠踩2脚，想想就带劲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简直是一朵鲜花赞要插在牛粪上。师尊让我来接你回家。月瑶呢？她有没有说想我？你不在山上，月瑶开朗多了。那我不回去了。为啥？此间乐不思蜀，山中有只母老虎。你说谁是母老虎？小混蛋，你究竟在皇城干了什么？青天司的人都快把剑锋踏平了，全是告你状的全是。我没做啥呀，昨日吃钵钵鸡，前日去雅仙阁喝花酒，上前人在宫里赏花，对吧，红柳？这就是惠天的师傅吗？你就是洪峰谷天骄红柳。穆前辈，是我，就是你寄信到万道山，让我拿灵石去洪峰谷赎人。是我，不对，不是我。唉，这个洪峰谷天骄遇上惠天，算是废了。师傅，咱们不回去吗？我这2徒弟招惹了不能招惹的人，待在城里，天子脚下他们还会忌惮，一出秦皇城，恐怕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追杀。唉，这小混蛋！可恶啊！师傅竟然没发现我踏入了炼气期，待我回宗测灵，有了炼气期修为，肯定能把道一那老头子吓一大跳。小王爷，找我何事？你怎知道我找你有事？小王爷踹我马车3脚，难道不是让我3更来寻你的意思吗？国师真是多智近妖。我想知道的是，大秦龙脉孕育出的那颗金丹在哪里？那颗金丹可是大秦国宝，与秦王剑并列。大秦帝国建立数千年来，总共也就孕育了3颗，其中第1颗被初代秦皇炼化踏入圣境，以此建立了这浩瀚大秦。第2颗被震碎散落青山，引起了数场腥风血雨，间接导致青山各修仙宗门无数强者陨落，被大秦纳入疆域。第3颗，这第3颗金丹则是作为秦国底蕴，被藏在皇宫之中。即便你知道金丹放在哪里，以你的修为也无法触及。9年前我俩相识，那时我年方7岁，便看出你受心魔困扰。而今9年过去，我已然踏入炼气境，可你却即将被心魔吞噬，真是世事无常。小王爷这般语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已经入圣了呢。我有一剑，名曰断念，专斩神魂邪念、痴妄等一切不可视之物。困扰你无数年的心魔，在我看来，若要除之，如吃饭喝水。这皇城中摘心镜也不过1手之数，而我才到第1晚就遇上了一个。师傅在看什么？看你师弟又在作妖。这个惹祸的猪鞭子，早知道就不该放他下山。我体内的无相剑骨有7个孔洞，第1个孔洞被灵气填满后，我的境界抵达炼气1层；第2个孔洞填满后，我突破了炼气2层。这样满打满算，我的炼气期只有7层。该死，这样会不会根基不稳？红柳，进来一下。今天怎么不看着你那盆仙人掌发呆了？红柳，如今2皇子已经搬回皇宫，你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带着红洛和花尘飞回洪峰谷去吧。那你呢？我？你不是看到我师尊已经到了，等你走了，
我也要回万道山了。我不，我要跟你回万道山，让小洛与华成飞他们自己回去。你是红枫谷天骄，此生注定摘星入道，而我天生废体，没有灵根，就连我母亲也嫌弃我，你知道吗？她嫌弃我。不妨告诉我，待我黄舅入道之时，我便要杀进大清皇宫，寻找筑基之法。而这不是结束，只是开始。我劝你早日离去，否则接下来这皇城就是你埋骨之地。可是我还是想帮帮你。那个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实不相瞒，今日过来确实是有事相托。秦姑娘，请说吧。二殿下得到消息，今夜秦皇便会入道，到那时天降雷劫，国师和所有皇城属卫都会前往护法，皇宫大阵开启，群臣不得入内，而长公主会在此时出手。她想干嘛？她想屠光皇子，炼化龙气，自己称帝。王锦轩貌似只有我一个儿子吧？他要是称帝，我岂不是得当太子？而且我还是随母姓，回头继承大清皇位也合情合理。越想越离谱。王爷实力超群，剑斩摘星一臂，二殿下实在是无人所托，只能遣我来寻王爷，求镇北王护二殿下一夜。我可以答应，但是报酬是什么？二代镇北王佩剑，天渊。成交。王爷，不知你突破炼气期后实力究竟多强？我有一招回影闪，瞬息之间便可闪至敌人身前，打出致命一击。还有一招一刀流狮子唱歌，反正很强就是了。哇，哎呀，不对，王爷，长公主不是你的母亲吗？让儿子去对付自己娘亲，我这不是脑子坏了吗？母亲？王锦轩只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修炼机器罢了，对于他而言，这世间一切都毫无意义。无论是她的丈夫还是儿子，都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。她不把我当作亲生骨肉，我当然也不必留情。白歆，你师弟呢？师父，师弟他入宫了。快，带着红柳他们几个即刻出城。那师父你呢？我去找那个小混蛋。上次落下要送给你的花，生根让满园都来不及了，皇城大阵开启，现在谁都进不去皇宫了。傻徒弟，你太低估摘星了。哈哈哈哈！王道阳、王锦轩，大秦诸王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大秦皇宫谁都进不来，谁也出不去。狩猎时刻正式开始。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主动出击。我辈剑修炼气期强者，怎能龟缩在此，损我道心？那我怎么办？
皇帝，终于入道了吗？本帝总算等到了这一日。杀了那2个皇子，或许还能让这龙气再强上一丝。待本帝炼化大秦龙气，飞升仙境，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仙庭，本帝失去的一切，都会亲手拿回来。就凭你想拦下本帝？剑三，风起！能以凡躯有此造化，的确难得。不过，也就仅此而已。儿儿会天，今日请母亲大人赐教。练气气就如此强弱，当真是个怪胎。陛下还真是低估了他。星光冻结。长公主这一剑，万物消匿，化作星光，她的实力实在是太深不可测了。鬼影闪！自以为是的小孩，剑都碎了，该知错了吧？剑二，血杀！哼，蚍蜉撼树。今日本帝没时间陪你胡闹，都怪这小子耽误我时间。王道阳即将入道了，罢了，少2个皇子的龙气无伤大雅，只要能得到王道阳的龙气，本帝依旧能飞升仙境。小王爷还活着吗？看，我刚从王景轩那女人剑上抠下来的。她剑上宝石那么多，少一点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小王爷，将这丹药服下吧。此丹可活肉白骨，虽只对炼气期以下修士有用，但想来正适合你。此丹竟然这么神奇，连衣服都可以恢复吗？再给我些。理应是不能的，但是小王爷您不穿衣服的话，过不了审。圣人不出，仙路不开，入道便是这方苍穹的天。今日孤便是天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国师，是时候了。我感受到龙脉金丹的跳动，若不是我需小王爷助我消除心魔，我是打死也不敢来掺和这里的破事儿啊。小王爷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拦住皇帝和王景轩，我去杀金龙，取龙珠。那可是一个入道，一个摘星巅峰。小王爷，你让我去拦？胆子这么小，真是靠谁也不如靠自己。那行，我去拦，你去杀龙取珠。记住，你只有10息。小王爷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国师放心，本王有10分把握。龙丹唾手可得，只是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收取而已。唉，上了贼船。小妹，该结束了。笑话，我的好大哥啊，你以为突破入道境就可以打败我了吗？6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今天依旧不是。狂妄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剑三，风起。陛下，
我也是身不由己。你快松手，再耗下去，龙气就要彻底溃散。禁卫军，都给我出来！小王爷，拦住他们！好了好了，好歹也是个摘星大能，一天天大呼小叫的，我拦下便是。本王近日参悟皇舅赠予的仙人掌，偶有所得，悟出隐技，今日便请诸君一同鉴赏。自爆了！母亲，自我出生起，你便嫌弃我生得平庸，有辱仙脉地血。今日我将你所赐肉身血脉尽数散还天地，从此尘缘两清，我不欠你了。他看过漫山遍野那覆盖一切非夺目红色人藏的血，他曾过骤雨夜云落的新擦肩，我是仙庭女帝转世，于我而言，此方世界一切经历皆是结束，一切所见皆是过客。可为什么我现在心里这么难受？龙气即将散尽，此事本帝不参与。所有禁卫军都退下！进了本王监狱，还想活着出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纵观古往今来，我还从未听闻过有人能舍了一身血肉，将自己化作一片剑影。小妹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哼，王会天，你离经叛道，今日孤便将你诛杀于此。小王爷，再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找到龙丹了。死了？剑气尚存，不会。哼！孽畜，剑气终有耗尽之时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王爷，拿到龙丹了，走。等等，国师大人，我二徒弟怎么样了？沐风主，你还是快跑吧，你二徒弟这回招惹了皇帝，正忙着逃命呢。能逃命，说明会天至少保住了性命。这个小兔崽子，迟早有天把自己的命玩没了。小王爷，要不是我的丹药，你可要顶着一副骷髅身子行走世间了。少废话。心魔，我的心魔除了，只是暂时帮你压制了而已。待7年之后，心魔复发，只会比现在来的更猛烈。小王爷，我帮你杀金龙夺龙丹，又助你恢复肉身，你就这样拿捏我？那又如何？你有那胆量杀我，这回我认栽了。洛师兄，
您一举破入元婴，想必同辈中已经再难寻敌手啊。不过小小领先而已，当不得如此称赞。系统，领取本次任务奖励。任务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剑回绝技幻影剑舞。幻影剑舞，哈哈，有了这招，王会天不足为惧。请宿主不要将自己与气运值负1000万的人做比较，天命之子才是宿主大敌。洛师兄，那山头好像有人。不用管他，想来是山间野修为了赶路，想蹭非洲。话是这样说，可这人身上透露着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，莫非这位是摘星强者？看来光打招呼是拦不下非洲了。何方宵小，胆敢拦路！这里莫非是什么邪教组织？咋搞得这么花里胡哨的？万道山青白花，见过前辈。咱万道山有这么一号人物吗？你是剑仙李逍遥的那个神婆徒弟青白花？前辈，你踩着我的长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路费，载我到万道山。就1块零食，真是个穷逼，还敢踩姑奶奶衣服？等姑奶修炼有成，把你衣服扒光啊！混蛋，大男子欺负一个弱女子啊！呸！我不聋，你骂骂咧咧的干啥呢？您听错了，我刚在念天女教的咒语。话说天地初开之时，世间第一个人便是女人，她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别废话了，前面还有一艘非洲，给我追上去。呸！不解风情。前辈，我的春白彩月可是上品宝器级别，不仅外观优美，在速度方面也是万道山独一档。有次我闯了祸，我师父御剑追了我3日才追上。我师父你知道吧？剑仙李逍遥，不仅是咱万道山的山草，那剑法更是出神入化。玫瑰峰峰主当年为了他……够了。前辈，你这么凶干嘛？你肝火太旺了，知道吗？喝点丝瓜汤降降火吧。禁言。总算让我追上了你，胆敢拒栽本王，我劈了你！师兄不好了，后方有非洲撵上来了。师妹莫慌，我来看看。无妨，是青百花师妹的楼船。幻影剑舞，系统检测对方战力：姓名王会天，境界炼气2层，战力18，修行功法无，情绪状况疑惑中带着些跃跃欲试。又是王会天，每次遇上这货准没好事，而且这混蛋也不看清是谁就出剑，还好我颇有实力，换个人怕是早都尸骨无存了。哎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喽！会天兄是我呀，洛无极。无极兄，当初我们一起被洪峰谷扣押，也算是共患难。奈何无极兄当时走得匆忙，没有与你好好叙旧一番。这是在怪我当时离开没带上他呀？嗨呀，此事都怨我师父。他说会天兄自有牧师叔花钱去赎。无极兄，你刚才1分为3的剑技颇为绚丽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？此剑技名为幻影剑舞，乃是本公子自创，偶有所得，不值一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幻影剑舞啊，先记下名字，免得以后用的时候喊错剑招。不愧是无极兄，这等剑招都能信手拈来。哪里，会天兄才思敏捷，才是令洛某佩服。洛兄真是太厉害了，王兄过奖了。可恶的混蛋！我天女教与你不共戴天！啊！师父、师姐，你们回来啦！哇，剑锋的景色还真不错。这片竹子怎么……剑锋好看的地方多着呢，我带你去别处转转。这就是月瑶。常听王会天念叨月瑶，原本想着这月瑶应该是一个绝色佳人，
哪能想到会是一个12、13岁的小丫头？难不成……不，慧天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是哪样的人？合着这货出门在外，没惦记我和师尊，光在惦记小月瑶了。红柳师妹，我师弟就是那样的人，你可千万要擦亮眼睛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红柳，快来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一片很直很俊的竹叶。你这个混蛋！传闻那日大秦金龙龙丹被偷，龙气散尽，先皇与王景轩一战大败。王景轩将他修为封印，扔进了长生林，登基为帝，成为了大秦第1位女帝。二皇子、五皇子被软禁，三皇子在雪妖护送下逃跑，四皇子还在新月关打仗，顺便哭穷要了一大堆灵石。那你呢？慧天，那天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就是你偷了龙丹。有了这颗金丹，预计再过不久，我就能踏入结丹期。这是一个炼气2层修士该说的话吗？还有那天从王景轩剑上抠下来的7颗宝石，被我安在了无相剑的7个孔洞上，其中蕴含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星光、雷电7种力量，威力不俗。我要挑战师尊。可恶！你们2打1，不讲武德！放开我！哼，2个打你1个怎么了？我师兄可是万道山掌门，出来混要讲背景。你都不知道霍师叔那拳头有多重，我这小身板哪经得起他这么打呀？那你怎么不使出剑域的力量呢？剑域波及范围太大，我若是用了，恐怕剑锋难保。其实我最近还学了一招。哦，快给老夫看看。这幻影剑舞怎么有些古怪，似乎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。主峰钟响，生死难挡，这是宗主在召集万峰首座，共议大事。大会开始，晋升。老哥，可有小道消息？这次开会要说些啥？大秦4大镇国元帅之一冷少，你可知道？认识。近来冷少屯兵青山脚下，大秦女帝尚未大动干波，想来与此事有关。不知阁下是哪峰峰主？我乃麦旋风峰主王天惠，最近刚刚上任。什么麦旋风？印象里没听说过。哦，原来是天惠峰主，久仰久仰。本道乃牛耳峰峰主烈阳，幸会幸会。你们牛耳峰的牛耳刀那是天下闻名了。哪里？你们麦旋风的麦旋风那才是天下无敌呢。这会儿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我们万道山议会素来如此。天惠兄毕竟是新来的，不适应也正常。两位峰主，还请晋升。我师尊正在讲话。惠天兄，这是峰主大会，你怎么瞎凑热闹？你都能参加，我凭什么不能？事已至此，也不好将这家伙赶出去。那惠天兄，你便在这儿坐着好好听，莫要再与他人攀谈。今日召集各位前来，最重要的是有关妖族入侵一事。白虎妖王声称其子在人族疆域内陨落，大肆进犯，已经与回风圣地交上了火。我万道山作为人族宗门，怎能看回风圣地孤军奋战？即日起，全宗备战。若是妖族踏出10万大山，我万道山便是第2防线，当死守不退，
死守不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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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今日起，任务堂开放灭杀妖族任务，凡筑基期以上弟子均可接取。杀妖族赚灵石！杀妖族！杀妖族赚灵石！杀妖族赚灵石！杀妖族赚灵石！这混世小魔王怎么在这儿？月瑶呀，他们针对我，说什么只有筑基期以上才能接取任务。师傅和师姐都领了任务走了，现在剑锋上就剩我们2个炼气期了。月瑶，你开门呀，我给你好好说说那帮人的嘴脸。师兄，我已经睡着了。月瑶虽然是绝世好剑，但是这万道山天骄无数，要参考结丹之法，或许还有更好的人选。有了！丁，检测到有人入侵，请宿主提高警惕。没想到堂堂万道山天锋，竟然也有宵小胆敢潜入。若不是系统提醒，我险些着了道。谁？给我出来！大概是近期精神太过紧张，出现了幻觉吧。剑一断念。你，让我看看你的灵根发育正不正常啊！咦，无极师兄还没起吗？往常就属他起的最早了。嘘，我3更时起夜，见无极师兄屋内烛火都还亮着，想来是最近修炼压力颇大。王会天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王会天，你欺人太甚！洛无极的灵根似乎也是后天栽种的，摸起来与其他天骄的灵根略有差异，看来此事还需继续深入研究。王会天，有人叫我传信给你。回去告诉他，不要着急，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师尊，小师妹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上次为了她那徒弟打坏了我的百木殿，后来又与霍香那厮混在一起，到我的灵药阁偷酒喝。如今听说去了回风圣地也不老实。你们师兄妹中，他年龄最小，自是调皮一些。你作为师兄，自要多多担待，莫要失去了做师兄的格局。明明是小师妹乱来。弟子拜见师尊，拜见师祖。是个好孩子呀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。无极，你来此可是回风圣地那边又有变故，是另一件事。师尊，各封天骄齐聚百木殿内，要状告剑锋王会天。告状？那为何不去执法庭？师尊，执法堂新任堂主秦霄，自从被王会天打伤后，至今还未完全苏醒。行堂堂主道一师伯包庇王会天，众弟子也是哭诉无门。这万道宗什么时候这么乱了？有冤无处伸。主要吧，也是他们没抓起此贼正他究竟做了何事？此贼趁众弟子放松戒备之时，或套麻袋，或敲闷棍，或直接出手封印神魂，将人弄晕之后扒衣施为，探人根底，可恶至极。徒儿，你是不是？我是清白的，任他王会天手段如何肮脏，又怎能算计于我？这王会天是何人弟子？师妹的。
这不巧了吗？师傅刚告完师傅，徒弟又来告徒弟。总之，王会天此人修为不高，实力很强，性格为所欲为，就是个青山祸害。你俩继续商议山中事务，老头我难得出来，随处走走。岳阳，快出来了，我给你做了个秋千。岳阳，师兄抓到了只漂亮的花蝴蝶，你再不来我放了哟。师兄威严已然丧失，想要再次树立，何其困难！好建议，好一张俊脸，好一个贱人。小师真是好本事，不仅收了个先天剑体，还收了个剑道天骄啊！称呼师父为小师，叫得如此亲密，莫非阁下莫非是我师父姘头？小子，我是你师父的师父，你该叫我师祖。古怪，你这灵根后天栽种也就罢了，此前浑身血脉散尽，为何还能活着？以自身为气，以灵气为火，你或可走出一条全新的路。又是一个烧钱的玩意儿。这青竹倒是不错，可以先拿来练练手。师兄，你把师父最喜欢的青竹砍了，他回来会不会生气啊？当然不会，师父种竹子其实是为了感悟竹笋突破土地时的那种尖锐之气，这些竹子对师父来说不过是多余之物而已。那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小子，你不怕你师父回来弄死你？他回来找不找得到剑锋都是一回事。再说，青竹可是月瑶砍，与我何干？师兄，小瑶不要怕，等师父回来，我会帮你求情的。明明是你让我帮你砍竹子的。这么可爱乖巧的小师妹都要欺负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这是镇北王，女帝陛下有旨。这王锦轩怎么连青山深处都追过来了？你去找我监护人宣旨吧，我年纪还小，读不懂这个。拿过来我瞅瞅。女帝让你回家去继承皇位了。王锦轩那娘们儿没安好心，如今她上位称帝，争议颇大，想把我立成太子转移火力呢。诏书一下，满朝文武都知道她只有我王会天一个继承人了。只要解决了我，大秦就还是王家的，真是阳谋。圣旨已经送到，镇北王回不回皇城，您自己决定。属下先告辞了。哦，小友，万不可回大秦啊！留在万道宗，我们还可护你一二。实力决定一切，我这一剑可斩北元，自然也可斩大秦皇城。小瑶，去旁边天峰挖些陶泥来，今天我们炼制陶器。师兄，挖陶泥会不会惹掌门生气？傻丫头，人家可是掌门，掌管着整个万道山。你知道万道山多大吗？32000峰呀，谁会在乎你那点陶泥？去吧。好的，师兄，月瑶保证完成任务。月瑶，又有新任务了，去逍遥峰砍些松树来。师兄，你把我当牛使唤呢？天峰被我挖塌了。小瑶，你收好剑锋，师兄我要下山游历去了。师兄这是要跑路啊！师兄，你可不能丢下我呀！师兄，这样真的行吗？那肯定行啊，这是师兄我炼制的赶路法器，借用天地之力，可日行数十里。师兄，我脑袋好痛。师兄用手帮你挡着。师兄，这就是你说的借用天地之力吗？哎呦！这一路可真是够颠簸的。师兄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这人间不比山上，要拼时运，
要夺机缘，不像山上那般清心寡欲。最近沧州会有圣人秘境出世，我们去凑个热闹。师兄，你整日在山上练棋，怎么知道沧州有圣人秘境要出世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因为那是我打的鱼窝。怎么感觉师兄变帅了呀？不过此去沧州路途遥远，师兄教你一招零消耗的赶路之法。师兄，你不会又要借天地之力吧？不，这次不借天地之势，而是借人间之力。人间之力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别急，咱在这附近等等。沧州圣人秘境已开！沧州圣人秘境已开！元辰秘境已开！沧州圣人秘境已开！沧州圣人秘境已开！无极，你去一趟沧州吧。若是能遇到王会天那小混蛋，把他给为师抓回来，好好教训。遵命。师兄，我饿。师傅给你的辟谷丹呢？吃完了。先抓路边野草解解馋，很快就会有人路过了。哦。好。师兄，我们结了这非洲吧。怎么又是青百花那娘们的非洲？小瑶，我们换一个，咱再饿也不能吃米田森。不嘛，师兄，我快饿晕了。算了，谁让是自家小师妹呢？我不宠谁宠？来人止步！快将非洲吊头！将吃的交出来！有没有搞错？家门口被劫道了！哎呀，你看，这是路费，去沧州。前辈，你能不能换个人欺负呀？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这次可是进圣人秘境，若是你运气好，说不定能获得不少机缘。什么圣人秘境？大秦境内就没出过几个圣人。那前辈，咱们可约法3章，你不能再掀我的面纱。又想吃禁眼术了？再啰嗦，我把小瑶的袜子塞你嘴里。此次圣人秘境出世的消息，引来了各宗门无数天骄。例如那回风圣地的张成，传闻此人身怀大道圣体，可越劫而战，曾斩杀过3位化神。还有一位最恐怖的，大秦镇国元帅诡计的世子，传闻他拥有神级暗系灵根，掌控黑夜，可以从你的影子里爬出来进行袭杀。若是夜晚，逮谁谁死，摘星来了都不好使。师兄救我！你再敢吓唬我师妹，我就把你扒光挂在船头。差点忘了，这王会天可是万道山众多难修的噩梦，挖垮天风的罪魁祸首。别人或许就是吓唬吓唬，这货是啥事儿都做得出来啊！我到底怎么会遇上这货的？简直是天妒红颜啊！前方大秦沧州地界，周牧有令，入者需缴纳1000灵石。你们周牧是谁？叫他出来见我。来了个不怕死的。哥们儿几个有活干了，女的留下，男的杀了。今夜这月色，
在下镇国元帅诡计之子，暗夜见过镇北王。在下镇国元帅诡计之子，暗夜见过镇北王。哼。就这么走了？那可是暗夜啊，他理都不理。哼，不过是一介丧家之犬而已，看你还能神气多久。来人，将镇北王出现在藏州的消息传回皇城。现在大秦朝中，不管是支持王谨轩的，还是反对王谨轩的，无一不想要王会天死。王会天，你将面对的是整个大秦朝堂的封锁与追杀。认识大罗金仙，你必死无疑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师兄，这就是圣人秘境吗？这道秘境大门也太神异了吧！里面竟然装下了一个小世界。不就是一道门吗？你且看师兄手中陶罐，待他日我多加祭炼，他照样能装下一个小世界，不比此差。师兄你就吹牛吧，他们的非洲都长得好不一样啊！傻丫头，不要乱看。这时候你目光越是散乱，别人越觉得你是软柿子，能随意拿捏。师兄，要怎样才能让人觉得我不好欺负？你且看好，师兄我只做一遍，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了。一群垃圾也敢与我争夺此间机缘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蝼蚁们，进了此门便开始逃命吧！我最喜欢看你们绝望的嘶吼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个娘嘞，还能这样？嗨！诸君，可敢入瓮？大哥，你这样会不会太嚣张了？嚣张吗？我都没杀几人立威，已经很收敛了。是大秦镇国元帅世子暗夜，他进去了。倒是有几个摘星，也不知是否有入道葬在其中。师兄，我们还不进去抢宝贝吗？急什么？仔细感受这道剑意，微风所过之处，剥皮削骨，无物不破。若是遇到危险，便将它寄出去，可以保命。对了，那个神婆呢？青姐姐已经带着人抢机缘去了。好机会，收。大机缘，这就是大机缘啊！舒服。万道山好多山峰凑一块都凑不出一艘完整的飞轴来，这一波得赚多少灵石啊！师兄，能不能送我一艘呀？哈哈哈，随便选，随便挑。以后啊，一艘吃饭，一艘睡觉，一艘用来上厕所。师兄好厉害呀！走，我们也进秘境看看。真是个好地方呢。小瑶呀，自己去冒险吧，我睡一会儿。哈哈哈哈！王会天，我又回来了。我招他惹他了。丁，检测到气运之子，对方当前气运值300。气运之子，天道宠儿，怎么会只有300气运？算了，这次的目标是圣人秘境，还是避免节外生枝为好。在下万道宗洛无极，敢问各位，可知圣人秘境所在何处？刚把非洲弄丢，正愁没法交代，现在有人送上门来，真是柳暗花明。道友，我们也正欲前往圣人秘境，你载我们一程，我们为你指路，如何？这可真是赶巧了，
还请诸位指明方向，即刻出发。道友，打劫！真是江湖凶险，世风日下呀！就这一会儿，我的非洲都被打劫8次了。炼气3层了，这圣人秘境灵气充沛，简直是修炼宝地。让我感受一下小月要到哪了。别再追了，真的跑不动了！啊，去死吧！小妹妹当真妖孽，炼气后期斩杀筑基妖兽，厉害！不知你抢了什么灵药，拿出来瞧瞧。一群垃圾，也敢抢机缘，不知死活！师兄教的，先声夺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原来是百年断肠草。哼！不行，我不能给师兄拖后腿。是时候给诸位天骄们上难度了。焚天赤祭！行了，继续修炼。王会天，你吩咐的事儿我都干好了。行了，你去看着些我小师妹，她可是我的宝贝疙瘩，千万不能让人伤了她一根汗毛。哎呦，好你怕毛线啊？你可是有着朱雀血脉，没准烧2下就觉醒了。加油，我看好你哦。呸！要不是你身上剑气对我有益，不然我鸟都不鸟你。我好像感受到了一股焦灼的气息，肯定是我心中燃起的斗志。我逃！狗屁斗志，快跑！谢谢你，沙兄。这外面的世界也太凶险了，不修仙好歹能活个7、80，修了仙连13岁都差点没挺下去。傻熊，雨停了。灵药，绝对是灵药。好漂亮的圣莲。你是镇北王身边那个小丫头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跑，你跑得掉吗？小丫头，你逃不掉了！我要将你揉碎，扔在镇北王面前，好好欣赏一番他那痛苦的表情。是师兄留下的剑气。我听到了熟悉的风声，但是那又如何？今日即便王会天站在这里，我亦照杀不误。该死！这凶手脑子有病吧？最好别让老子追上你，否则剥了你的皮！这才离开师兄多久呀？偏要用上这最后一张点牌。沙兄，你自己逃命去吧。
我感受到了风的涌动，亦听到了剑的哀鸣。虽然看不清那里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不重要，全屏覆盖就好了。剑3，风起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小丫头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给我死！该死，这还是人吗？莫非是玄剑剑灵修炼成人？如此神剑配上这剑气，非摘星不可挡。到底是谁家不要脸的老贼，竟然动用这种暗杂手段？剑3，风起！王会天，你还敢杀我！我爹是神！剑来！我怎么又飘起来了？这是月瑶，算了，月瑶好歹是我万道山的师妹，先跟上去看看。不愧是天下第一神剑，仅仅是炼气期便有如此锋芒。他日若是化神入道，岂不是能一剑开天？这把剑有力气。师兄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，让神剑亡尘？小瑶呀，你这是咋了？心疼死师兄我了。师兄，我躲在树洞里遇到了山火，那山火撵了我一路，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。逃出来后，我又遇到了你的仇人，他想抓住我威胁你。那厮太坏了，敢欺负师妹，师兄已经将他斩了。师兄，他们都去山顶宫殿抢夺机缘了，我们不去吗？月瑶，该走了。真正的挑战在外面等着我们。月瑶师妹，王师弟，你们要离开了。忘了这儿还有个同门，差点把他一起关在里面。师姐，一起走吗？可是，师姐，你若是想要圣人传承，怕是要等到很久才能从这里出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你还能找到出去的大门吗？门呢？进来的第一天就被我带走了。你这是要断了进入秘境里的所有天骄的退路啊！你这得招惹多少宗门啊！你怎么敢的？算了算了，还是抓紧跟着他跑路吧。王会天，你以圣人秘境为饵，以天下天骄为宠，以圣人传承控制阳谷，此罪认是不认？阁下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哈哈哈！你不认识我，你竟然敢不认识我！8年前，你随父出征北原，还记得吗？是我，就是我亲手杀了你父亲。当年的七允之子，白衣飘飘，风神俊朗，而今怎么丑得跟一具干尸一样？原来是你啊！你不应该恨我吗？你为何如此平静？我镇北王一脉，古往今来征战无数，那仇人比我头发都多。咋的？你要我一个一个的去记着？你算老几？镇北王，你设计坑害人族天骄，其罪当诛。摘星修为曾经也是征战沙场的武将，却用兵无谋，被撤成了文官。摘星3人，化神7、8人，大秦除了4大镇国元帅以外，倒是来了个齐全。哼！在场各位，这些年来杀的天骄还少，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不就是为了让王锦渊坐稳皇位吗？孽畜！我们今日来不是和你讲道理的。那你们还在废话什么？傻丫头，还不快跑！这么多大能同时出手，谁给你的勇气，敢提着一把竹剑就往上冲的？一群垃圾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在我筑基之日，我要大秦皇城血流成河！
三名摘星很是难缠，还有个被榨干的气运之子也不好对付。围住他！此子还有一招剑域，可抛弃血肉化作剑气。想要杀他，只有耗光他剑气，或是灭掉他神魂。你们猜，我明知道会被你们围杀，为什么还敢孤身下山？真北王，休要多言！今天你必死无疑，没有谁能救得了你。当年我窃天道气运，导致你气运枯竭，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吧？你不是好奇那些气运去哪里了？你过来，我偷偷告诉你。对了，你叫啥名来着？李长生对吧？真是个好名字。天道气运，那玩意儿若是能弄到，到时候想要什么机缘得不到？哎，原来你们也想要啊！可这奖励只有一份呢，真是让人为难。你们这几个没脑子的，不赶紧跟我联手杀了他，居然还想反水！李长生说的对，可别被这小子迷惑了。别忘了，我们今日必须除了他。疯子，这家伙就是个疯子。疯子又如何？我生在镇北王府，却身无灵根，想要生存，只能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变强，哪怕失去一切。杀！孽畜，还敢逞凶！我的手！莫要惊慌，此招虽强，却是将他浑身血肉化作剑气。一旦剑气枯竭，王会天便也死无葬身之地。王会天哪会有这么好杀？若真如此，早在当年他就死在北原天狼山了。摘星的御剑速度就是快，还好赶上了。摘星的御剑速度就是快，还好赶上了。来得正好，将这群废物送去耗尽他的剑气。王会天已被我等打成剑体，诸位速速出手，切莫给他喘息的机会。快跑！可以确定，这把剑上没有神魂变动。是把好剑，可惜剑灵被毁，仅剩半壁锋芒。裴明，你主修剑道，这把剑倒是与你契合。就是这玩意儿，刚才斩杀无数化神元婴修士，我可不敢要。此妖乃众人合力击杀，裴明自是不敢独占。罢了，此剑便留在此处与他陪葬吧。这混蛋可真是能惹祸，这里面装了多少宗门的非洲啊！在他苏醒之前，有始有终。我将神魂隐藏在陶罐之中，李长生那厮果然没能发现。为什么炼气3层的修为化作了炼气1层？王会天，王会天！哎，拿出来吧，之前的路走不通。杀道，我所有剑意的起源，剑气也是以此为基础演化，主攻形意。可是，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凡人能推演的尽头。魔望修魔，归途修鬼。王会天，你想怎么选？我似乎没有选择了。去告诉他，我这次或许扛不过去，他欠我的不用还了。
前路已断，新路难寻。有时候，我是真的很羡慕那些拥有灵根的修士，哪怕是最废物的杂灵根也好。或许，恶漂鬼窟能绝处逢生。启禀陛下，镇北王殿下于沧州与荒州交界处被刺杀身亡，还请陛下另立太子之位。既然镇北王身死，那便另立太子吧。诸卿自己商议好后禀报我即可。王会天这混蛋竟然敢带着月瑶下山！月瑶才炼气几层，若是我的宝贝徒弟掉一根汗毛，我扒了他的皮，简直是气死老娘了！消消火，消消火，否则我怕你回了剑锋会背过气去。香香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青师这是啥话？我们几百年的交情了，我能瞒着你啥？师叔真没事。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别倒了，别倒了！我说，师伯送了你二徒弟一本炼气手册，结果他为了炼制陶罐，指示你的月瑶宝贝将天风挖塌了，而且事后两人还跑路了。你都不知道掌门师兄当时那个表情有多精彩。那可是我重金打造的非洲啊，就这么没了，我的心好痛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上方非洲，停下！此处进行。师姐，还愣着干啥？先上去控制对方主力。月瑶师妹，这就是你说的办法？哎呀，你师兄究竟是给了你什么底气啊？炼气后期就敢拦路劫道。师姐别怕，师兄给我留了一剑，可从青山斩北原。想我堂堂天女大人，竟然混成了劫匪！不行，拦都拦了。身为师姐，我要有师姐的担当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。失职白花见过两位师叔，祝青叔福如东海，寿比青山，年年美貌长存，月月灵石结余，日日喜笑颜开。青师，你被劫到了，好像带头的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呢。给我一边跪着去！好嘞，没问题，师叔。师妹啊，这次师姐是救不了你了，愿天女大人保佑你吧。样样需要负荷，万法呼啸我，生生所引难皆可得。师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唉，就知道跟王会天的孽徒出来落不着好。你看，这才几天，都混成个小乞丐了，我怎么跟你叔叔交代哟？对了，你师兄呢？哦，师兄呀，遛狗去了。师叔，当时在沧州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4个摘星，一堆化神元婴，如此阵容，即使入道也极其危险。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凡人。快调转船头，我要去帮他。青师，这么多天过了，会天恐怕早就……若是那小子没了，我们去宰那几尊摘星给他报仇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大秦敢与我万道山开战。说的是，那狗屁冷少，整日守在边界耀武扬威的，老娘早就看不惯他了。老哥，你换个地方吧，这口棺材我看上了。好啊，好啊。
你有没有吃的？这个化神修士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东西，才能让肚子胀成这个一样。不愧是人类禁地。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饿？这种饥饿，仿佛是来自灵魂对食物的渴望，完全无法抵挡。难怪这里叫做恶飘鬼窟。这位道友，谨守心神，不要被欲望驱使。真没想到，在这禁地深处，竟然还能遇到活着的修士。我叫王会天，世间剑道第一。我叫王会天，世间剑道第一。奈何天妒不生灵根，终万般法不入仙门。今散神弃仙修魂，决意入鬼道。不知道友如何称呼啊？本座赵金烧，道门天师，刚巧善捉鬼，道友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既入果道需身化厉鬼，那我便将自己埋了，变成厉鬼。也可知我走到这一步下了多大决心，真是负了我的红柳家人。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可好。我跟你说，那红柳长得可好看了，而且他铁定喜欢我，只可惜我一介凡夫，怎敢误了家人。世界，你的身后永不是长篇，此生如梦，愿细数道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赶着趟寻死的。一切人与事都维持着原有的轨迹转动，大陆上从来也不缺少正在发生的故事，例如一片竹叶。红柳姐，你来了。他还没有回来吗？还没呢。不过，我感受到了剑气喜悦与颤鸣。师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道友，别啃了，你要是真的饿得慌，可以去啃你自己的棺材。干！从这货来到这里，老子7年没有安宁过了，吵死了！老道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疼死我了！我的脚！不能再这样了，得让他恢复意识，否则我迟早要被耗死。十方诸天尊，其数如沙尘，化形十方界，普济度天人。感觉没啥用啊，换一个试试。阿弥陀佛，妈咪妈咪吽，神创造天地，大大般若波罗仙道罗波雷，这也不行啊！唉，这是哪儿来的物件？天地分阴阳，女为阴，阴生阳，因为只有女人能生孩子。天地间第一个女子便是天女大人。有男人出生时头朝地摔坏了脑子，
天女大人称其为下头男。特妈的，什么狗屁宝典，简直是离谱至极！神算子，你确定我要找的东西就在里面？老夫绝对不会算错。不过这恶殍鬼窟可是绝境，圣人来了也不敢进。陛下确定要以身犯险？哼，拿了我的东西，除非他能逃进虚无，否则藏哪里都没用。那祝陛下此行顺利。小老头我怕饿，就不进去掺和了。定然有诡异在吞噬我的神识。哈哈哈，本地的神识庞大四海，给你10年也吸不完。叶剑仙，师尊，清风已散，徒儿的断念剑与血杀剑已然大成，唯独风起一剑，火候尚且不足，只是放心不下你，便提前赶来了。这滴精血是您从洛无极身上偷来的，徒儿为您带。他打算用这滴血重塑王会天肉身。哟，叶白，你刚才往禁地里干了啥？你找死！嘿嘿，老头子，我得走了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魔修，嘿嘿，你们大秦的皇被我送进恶殍鬼窟了哟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北元魔修一人炼丹以血修法，为了成仙无所不用其极。他居然越过了星月关防线，还将女帝送入禁地。不行，我得去星月关看看了。叶白来了吗？修鬼与修仙不同，没有那么多境界划分，轨迹亮到，境界自然就上去了。妈的，这鬼地方！哟，有只猪醒过来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是猪？我在这里待了很多年，能清醒过来的游魂屈指可数。你资质很好，从出生到现在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资质好，还是个陌生人。阁下好眼光，小兄弟，来了不如住下，这里出不去的。能进来自然能出去，你出不去，不代表我出不去。唉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样意气风发的。我操，怎么会这么饿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我这不怕你一个人无聊，来陪陪你吗？哼，村里有我压制诅咒，出了村，以你的修为，的确扛不了多久。若是这样，岂不是要被困在这里了？板凳鬼哥哥，给你吃地瓜。小丫头，你为什么叫我板凳鬼？哥哥一直坐在板凳上发呆呀，当然叫板凳鬼了，就像舔墙鬼爷爷一样，他一直在舔墙壁。他为什么要舔墙壁？因为舔墙鬼爷爷老是去打扰叔叔磨刀，然后叔叔就在墙壁上倒了蜂蜜。这里的饥饿真的是诅咒吗？凡人以五谷为食，野兽以草肉为食，修士以灵气为食。饥饿是身体对维持自身运转的渴望，凡食不能缓解的饥饿，只有一种可能：长生。这里的饥饿是灵魂对长生的渴望，这里有能让人长生的宝物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闭嘴，否则让你和那老头一样去舔墙壁。切，舔墙壁！我现在已经破解了恶殍鬼窟的谜团，只要将身体进食的欲望与灵魂的欲望相区分，那么在这里我便是无敌的。魔道鬼，我劝你跟我说话小声一些，否则我斩了你的磨刀石，整天哐当哐当的，你以为我不烦你吗？这家伙咋的突然就飘了？看其神色，似乎隐隐有掌控全局的感觉，试探他一下。
我去，这蜂蜜不是凡品，至少是百年灵药，对修为和魂魄都有很大的滋养作用。嗨，我还以为他掌握了什么对抗诅咒的办法呢，合着是在骗老子蜂蜜。天师的青铜钟，若是之前每次响的时候也是这么大声的话，或许我能找到方向出去。特么的，又是谁在敲我的钟？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？出来！敢偷本地宝物，我要你死！喂，哪里来的疯婆子？赶紧滚开，否则本天师凭着陨落也办了你！怎么会无法预期？可恶！这禁地怎能如此诡异？周围没有丝毫灵气，而我体内残留不多的灵气，必须用来催动法宝。哈哈，对对对，当年道爷我也是这么被困住的。又来了一个倒霉蛋。该死，这次丢人丢大了。你准备好接受我的怒火了吗？剑三，风起！莫非你是圣人境？我倒为何世间圣人不出？原来是圣人都太浪，把自己困在了禁地里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老夫好歹到了圣人才浪，而你呢，练了一手剑技就开始浪了，还有脸说我小小练气期，笑死个人！哼，等本阴神修炼有成，让你笑个够！呸！好大的口气，才刚成鬼就自称阴神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剑一，算念，果然不饿了。哇，既然如此，恶殍鬼窟岂不是任我探索？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玩意儿有点凶啊！单单外泄的气息就险些冻僵我的肉身，犯不着硬碰，小命要紧，溜了溜了。郎君啊，你为什么闭起眼？你又为何受那人此情？不好，还要同化我！小气穿过去了，莫非他没有实体？论实力我打不过他，但是论速度，我定然能甩开对方。啊！我操！你怎么这么快？剑三，风起！是谁打扰本王沉睡？娘的！这里的鬼怪原来全都藏在地底蛰伏沉睡，怪不得身前一路走来没碰见半个影子。前辈，救我！我的妈！这啥情况啊？小一，快回家！板凳鬼叔叔，你这是干啥了？小姑娘家的，好奇心不要那么重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不愧是圣人，没让我失望。这小子以后倒是勉强能追随我马跨仙界。想不到这恶殍鬼路深处竟然还有这种存在！小混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前辈，我已经睡着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睡觉是吧？我让你睡！别打了！
你究竟把他怎么了？怨气如此之重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什么叫我怎么他了？他给我抹了一身红，我挠挠他怎么了？你怎么挠他？因为他的阴气已经侵染了你的身躯，怕是这一辈子都缠上你喽。哼，好女怕缠郎，还没听过好男怕鬼缠的。666，真特么牛！那红衣连我都记得，这货竟然还一脸淡然。宝剑锋从魔力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原来如此，我一直在物界，却从未魔界。你倒是有一把好剑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修仙时亲自挑选灵根。小一啊，拜我为师，我教你修行，以后这恶飘鬼窟你横着走。你看那魔刀的虽然厉害，但他可教不了你。你都被人堵在门口了，还横着走呢。你看不起我？就这本功法，换你几个红薯我还吃大亏了呢。嘿，真香！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丫头。人家红薯都塞嘴巴里半截了，硬是被抢出来。世道无常，人心不古，这小子心眼忒坏。前辈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退去？有，将你扔出去。总觉得这小子有逃脱这里的方法，只是他还不想走。喂，我送你一本鬼修功法，你放过我怎么样？好好好，女鬼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半日，再过半日，我就能打破这结界，杀进村去。你的龙气是我的了。这女鬼是有多喜欢我呀？是叶白的剑气来了。剑一断孽。当年我以凡人之躯，一剑便能斩元婴，而今叶白以摘星修为斩出3剑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。那是洛无极的精血。原来如此，洛无极竟是混沌体质，难怪能学习万般术法，无物不通。前辈，给我一滴精血，带你离开这里。我已经被困太久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，也必须抓住。这小子，他明明已经成为亡魂，体内却潜藏一丝生机，简直离谱。雷劫天法，这小子只是结丹，怎么会引来雷劫？皮呀！有本事就劈死我，反正我无所谓，大不了投胎重来。他在威胁天道，他怎么敢呢？这些居然真的停下了，这天道竟然诞生了意识！切，小逼胆子！我抢了小姨红薯，他还敢泼我，你也就只有这点能耐。这么骂老天爷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若非他不给我生个灵根，我至于这么折腾？我要求高吗？啊，我没要天灵根，没要地灵根，就要最垃圾的杂灵根，随便给我一根都行啊。可他呢，一丝丝都没给啊！村口老母猪都能蹭到点灵气长汤，我呢，我堂堂镇北王连个屁都没有。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。不过哪没有灵根怪天道的？你打算怎么带我离开这里？前辈出不去，无非是这恶标鬼目变化波测，找不到离开的路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有一剑，名曰月瑶，此剑相隔千里，我也能感应到它的存在。坐标？
若要离开，还得解决一下小一的事，毕竟是本神的第一个徒弟。我给你的功法呢？最近板凳鬼哥哥总是逼着我修炼，每次都会用小棍子打我。小一啊，并不是我非要逼着你修炼，只是我和魔刀的就要离开了，他留下的阵法迟早有一天会散去，我们保护不了你一辈子。其实我可以将你一起带走，但我所走的路太过凶险，说不定会将你拉进漩涡。而魔刀的身为圣人，又怎会在乎你一只小鬼的死活？在这里能收留你们，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。我们保护不了你一辈子，但他可以。路给他铺好了，是生是死，自己选择。这只是暂时被打散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就能吸收周围鬼气，恢复原样。无妨，我的剑能快到他反应不过来，到时候你可要跟紧了，走丢了我概不负责。感受到了吗？你别催，剑太远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也是，是我太心急了。对了，你出去以后想做些什么？当然是正道大地，飞升仙界。你呢？当然是马踏仙界。哈哈哈！剑来！是师兄的召唤啊！这是师兄养的麻雀，难道师兄并非是在唤我，而是要回青山吗？啊！我操！人呢？靠！真的就这么快？那是一个巨大的胃袋，到底是多强大的生物，才能凭借胃袋污染出了一个禁地？你休想逃走死！小娘皮，你到底是看上了我什么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有办法了！天师钟，好久没见到光了。不对，我的天师钟呢？哈哈哈！道长，我们又见面了！大胆贼子，休走！来不及了，现身！这被我抓住了吧？水府，认死你个王八蛋！累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看来这天师钟带不走了。天师钟，哈哈，失而复得，失而复得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有钟声送行，倒也不枉此行。啊，自由的味道，还有青草的芬芳，还有让人作呕的酸臭味。北原魔修，所以这里怎么会有魔修？
小友呀，从哪里来呀？要去往哪里呀？似人似鬼，仿佛游离于生死之间。不过看其气息，只有金丹修为，倒也不足为惧。神算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哼哼哼，非仙非鬼，非魔非道，一身骨头都是剑气所化，道统也看不出来。我怎会知道道友是谁呢？老头，那一年我在你们圣山祖碑上撒尿，你不是说要将我挫骨扬灰吗？咋的？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？怎么会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数年前他就已经死了，被我教魔子李长生将其击杀在沧州边界，这事已经传遍大陆。当年因为这事，王道山穆青石与霍香还大闹了一番。霍香跟穆青石二人独闯沧州，两人斩杀无数化神元婴修士，一时间沧州城战火燎原，就连沧州州牧许世杰都被斩杀。前去救援的裴明更是被霍香从沧州追杀到了皇城，可最终双拳难敌四手，霍香被生擒关入天牢，穆青石重伤逃离，镇国元帅冷少兵压青山，一切的导索都是这小子。他怎么可能没死？他不死怎么对得起那战场中陨落的修士？不，你不可能还活着！圣子亲自检查过战场，你形神俱灭。对对对，我已形神俱灭。当年王会天一人溜着一群摘星化神杀，对上王会天，我必死无疑。镇北王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不一定是敌人。我觉得你当前应该先对付大秦，整顿朝中，积蓄力量，然后再图谋青山，最后剿灭妖族，然后再与我北元开战。对了，我已将大秦新皇送进恶殍鬼穴了，这正是你的机会。好家伙，魔教神算竟然在给自己出谋划策，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你在惧怕？开什么玩笑！老夫乃老牌摘星，岂会怕你？不怕，那就死。鬼影闪。肮脏的家伙妄图用自爆逃脱！该死的小畜生！你不得好死！待我北元圣子出山，定然将你碾成齑粉！想跑？进去与大秦女帝作伴，见我水裂！神算子用计将王锦轩送进了恶殍鬼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来。大秦没有皇可不行啊！这大秦怎么地也得有个人挑起大梁。哎呦喂，如此重任，本王这肩上的担子真是越来越重。哎，这破造型都几级了，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镇北王不爱洗澡呢。走你！出来了！哈哈哈，出来了！呜呼！哈哈，红柳那小丫头应该已经长大成人了吧？回家，回家！还有这个小子是个祸端，以后还是尽量离他远一些。
还好我躲在边缘，等他走了才出来。这小子刚出来便在这里干了一架，还说什么要马踏仙界。哪家正经修士天天干仗的？毕竟命只有一条，争来争去干啥？嘿嘿，红友，要我说，这皇位就应该是先皇子的，他本来就是太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能！女帝陛下已经废除了他的太子之位，现在应该恭敬称。这群混账，凭什么不听老夫的？现在皇城里老夫最能打，惹急了老夫，给他们头全卸了。谁最能打，就听谁的。老头，你这句话很在理，本帝爱听。前辈饶命啊！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老夫身后，说明也能无声无息地杀死老夫。你看看我是谁？你感受过饥饿吗？王会天，不可能！你怎么还活着？死了！哎呦！见我追猎！我最喜欢看猎物挣扎。哼，逃吧！你不是这大秦王城最能打的，我倒要看看有谁能救你。谁救你，我就杀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仙山树，救命啊！堂堂大秦宰相，竟然在皇城内被人打得神魂离体，何人竟如此猖狂？相爷勿慌，我来救你！摘星初起，下腹热闹，完了！平时在皇城霸道惯了，就连李青天都被追杀到此，我又有什么能力去抗衡？家主，记清楚我的脸了吗？要报仇的话找我。大秦第3任镇本王，女帝王锦轩亲封太子，明日的大秦新帝。若是还记不住的话，可以去青山打听打听下一任剑锋封主，无名王会天。王涛兄，救我！快取出你的家族重宝，对方实力至少入道。相爷这是……少啰嗦，我身后有穷敌，快取血脉重宝。连相爷都打不过的穷敌，我祭出重宝又有何用？哎呦，相爷，我说的血脉重宝是我那未出阁的女儿啊！你若是老夫此次能逃出升天，定然让你汪家不得安宁。果然国色天香，生的女儿倒是长得不错。好恐怖！刚才我的灵魂仿佛被一阵阴气冻结。这一日，皇城内家家庇护，人人自危，就连巡城军也躲在了哨所里。禁军更是直接开启皇宫大阵，不敢过问。我刚听说你抓了我师叔，说吧，关在哪儿了？皇城那么多天牢，我懒得逐一查看，省得制造杀孽。华香跟我无亲无故，这个恩情我记住了。若他残了，我养；若他死了，我埋。我要用血在这皇城为他铺条赤色大道。我说，某年某月某日，巡城司镇守李威趁活香不备，用狼牙棒敲他后背。某月某时，天策将军仲坤及其数名家臣用浓烟迷青师眼睛。某日某夜，女帝王锦轩出手揪活香头发，用法杖捅穆青师肚子。我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。镇北王大人，你看，所幸师父已经逃离，凡是伤了霍香师叔的，一个也逃不掉。涉案人员竟如此之广，
几乎包含了半座皇城。剑九，红柳。镇北王大开杀戒了，大家快逃呀！他就一个人，不要怂，一起杀过去！我向来仰慕青山木女侠，从未对她出过手。这里有当初我写给她的情书为证。可惜我师父看不上你，你看图中女子如何？图中女子甚是年老，哪比得上木仙子半分？还情书为证，这一听就是假的。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仰慕我师父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少爷，您回来了，可要回王府看看。老奴老了，也不清楚还能守着王府几日。如今手脚不便，府内已有些杂草。少爷，前几日老奴私自挪用王府款项置办了一口棺材，还请少爷责罚。厢房坍塌已经修饰，后院墙壁开裂也已缝补，府门的牌匾也已上漆。少爷，你可有找到心仪的姑娘，为叶家延续香火？我为你存了些娶亲的彩礼，都藏在了大少爷屋子的密室里。若哪天不在了，你记得举去。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守着一座人去楼空的府邸，他应该很孤独吧？南伯，要不我给你找个老伴儿怎么样？喂，南伯，你去哪儿？我和你说真的。少爷哟，老奴先回去收拾一下府邸，你办完事儿早些回来。嗨，这老头还害羞了。哼，师叔，我来寻你了。小友，你人也杀了，气也消了，退去如何？阁下，你在此钓鱼，第一竿便上鱼，你是否还会继续下饵？若现在离去，这大秦皇位给你3年，可否？你应该知道，大秦面积广阔，别说3年，即便是1日所收资源，也是天文数字。人有了实力便是这样，一语定世间格局，一静一动定万面生死。鱼上钩了，阁下还请起竿。若是钓上来的是鲫鱼，我便离开；若是钓上来的是鲈鱼，我便拧下你的头喂鲈鱼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入道强者，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轻视于我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修仙不都是为了成仙长生吗？何必打打杀杀？小友，你该走了。抱歉，这条鱼太小了，不算数。无耻小人，当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小子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怎么突然这么饿？去他妈的鲫鱼、鲈鱼，都给我死！云象不起！谢三，风喜。镇北王，
我受命大秦朱棣在此镇守，你当真要与我不死不休？是长生林的人来了吗？那疯子到底有多强？如此诡异的剑气，当真有人能挡得住吗？剑仙超脱凡俗，剑魔狂傲嗜杀。镇北王用剑出神入化，可他不配剑仙之名，剑魔一词倒是贴切。剑魔，世间之道，我最恨魔之一字。这些人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称呼本神为魔，败坏本神的名声，当真该死！再乱嚼舌根者，还说不是剑魔，说他一句便要砍人。师叔，别来无恙。师叔，别来无恙。你是何人？师叔，没想到你也有一天会落到我手里。完了，是来寻仇的。师叔，师叔，本源枯竭，命不久矣。好一个长生林，好一个大秦朱棣，竟用修饰本源봉养这不知死了多久的鬼东西。果然，这大秦存在的太久，终究腐朽了，竟然出现了这种效仿北元魔修的事。神算子说的对。我若想灭北元，最先要做的便是整顿这大秦。诸位贤弟不会放过你俩。你可以消散。表弟，哎呦，表弟，我来迎接你登基啦！这家伙表面解释元婴期，但在我阴气的刺探下，似乎潜藏着未知的力量。他隐藏了境界。二表哥，我观你有大帝之姿。陛下哪里话，我不过是这大秦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皇子罢了。对了，陛下，先皇已入长生林。我三弟王远现身处镇国元帅雪妖军营，怕是会起兵侵王。好家伙，我还没登基呢，这正位皇子就迫不及待喊我陛下，怕不是这皇位有些烫手？哼，长生林，若是师叔救不活，我便烧了这长生林，还有这皇城。快，傻站着干嘛？请太医啊！殿下，皇城里的太医昨日有些被镇北王迁怒杀了，还有一些今日一早卷铺盖逃命。秦然，看来是我这几日疏于管教了。叫啥镇北王？叫陛下！抓回来，统统抓回来！所有人排队进殿诊断，若是救不活，统统杀头！秦然，将禁军派出去，通知那些还没死的，子时3刻上朝面见新帝。是。小雨，通知城防营，将人全给我撒出去，但凡周边有兵马变动，立即汇报。王总，派出高手盯紧长生林，若有先帝出朝，立即遥响双生令。对于大小事务，他仿佛都演练过千百遍一般。这家伙，莫不是他爹在位的时候就谋划着造反了？
人才呀！一个个都是庸医，难道我大秦真无一人能治好师叔吗？过肩龙鬼头刀，小儿只提李飞尘。镇北王，霍仙师本源为封禁之力，或许服用6品天丹能有奇效。这天下5品炼师都极为稀少，去哪找6品丹药？凶名远扬的李鬼头，应该不是专程来为我排忧解难的吧？镇北王别误会，昨日您在解救霍仙师时，阴差阳错让我与小妹一同获救。我与小妹想跟在阁下身边长长见识，特别是我小妹，只求在您身边当个侍女。我靠，这真是亲哥吗？为了活命就这么把我卖了？是。镇北王，霍仙师醒了。醒了？那为何你愁容满面？霍仙师说您竟敢吓唬他，让您进去挨揍啊！这么记仇的吗？好歹是师叔呀，就不能大度些？小子，踩蚂蚁呢，还不赶紧滚进来！师叔，是我连累你了。谁教你吓唬长辈的？长大了管不了是吧？你师傅的好你是一点没学到，竟是学了一些臭毛病，混蛋至极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打扮，哪还有一点正道修士的样子？当初我与你师傅说好的，谁被抓住只能算自己倒霉。我和他早就想给大秦松松骨头，所以慧天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别看你师傅逃回去了，他没准比我还惨。师傅究竟怎么了？竟然能比霍香还惨？师傅莫非是被人侮辱了？他那暴脾气本来就嫁不出去，若真被侮辱了，还不得杀个千万人泄愤？镇北王，群臣都已经抓，不是请到乾坤殿上候着了。诸位，3件事：第一，寻找6品封天丹治我师叔霍香，若找不到成品，给我单方也行。第二，传令冷少撤军，停止封锁青山。第三，即日起各州备战，除本州防卫提升之外，抽调5万筑基进驻星月关，半年后北伐天狼山。我知诸位并非真心服我。你们不过是在等长生林显圣，亦或是雪妖军入京平叛，这些都无所谓。但在那之前，若有人对我安排之事渐带拖沓，杀无赦。论处理政事，还得是他，交给他统筹，倒也不怕他挖坑。反正狮子多了不怕痒。正是你来统筹，若有处理不了的事，李飞尘随你调动。是。对了，镜花水月呢？国师大人正在府内闭关，压制心魔。把他给我揪出来！我既然回来了，他不许偷懒。先帝刚登基，便说杀就杀，往后我们这些在朝堂当差的，怕是步步都要提心吊胆了。他给了下马威，或许我可以送颗甜枣。冷风。你确定这玩意儿真是皇城送来的？大帅，千真万确，镇北王血洗皇城，剑斩入道，已然称帝，大秦各州大半已归顺。哈哈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皇城哪有入道强者呀？还想哄骗本少？据探子汇报，三皇子已经领100万血苗大军杀向皇城。难道他真的血洗了皇城？皇城一夜血流成河，半数世家与朝臣烟消云散。先皇令大帅撤军，召众州之兵备战北原。带兵在外打仗，打着打着家没了，一次王锦轩，一次王会天，这皇帝是开始轮流做了是吧？哎，镇北王做皇帝，这天下要乱了。他们家族个个都是疯子，他们主张罪在当下，利在千秋。现在已然战至最后一个人，依然能掀起如此风浪，
大帅，我们当如何？哈哈哈哈！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间，当立不世之功。撤军，往星月关开拨。陛下，4大元帅，天作动不了，诡计不想动。冷少撤军往星月关去了，雪妖杀向了皇城。我们是否要让沿路州郡阻击雪妖大军？不用。所谓100万大军，尽是些低阶修士，即便组成阵法又如何？本地的剑锋可吹云散雾，必可削肉断骨。来就来吧，杀了雪妖，或许能震慑那些小小。有6品封天丹的消息吗？暂时还没。臣搜遍了大秦宝库，也仅仅找到了这么一张丹方。我已派人联系万道山，剑仙李逍遥与道一正在赶来。师傅竟然没来，他究竟在干嘛？不管自己老闺蜜了。等等，剑仙李逍遥，剑仙！你寻些酒馆、青楼，找那种说书的，将我的形象进行包装。总之，如此，这般。反正重点凸显我飘逸不拘、洒脱出尘就行了。这活真不好做。世人所称的剑仙都是飘逸洒脱之辈，那是天下人赐予的称号，哪有给自己宣传的？而今王会天剑魔的名声早已传出去了，想要洗白形象，简直难如登天。陛下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臣告退，去吧。公子真的相信此人吗？相信吗？我只相信手里的剑。飞雪，你安排一下，给南伯送几个婢女，挑些机灵的。老头，我师父为何没来？哎呀，好剑啊！我问你话呢，你往哪儿摸？哦，你师父师姐之前便去深渊古道了，说是镇国元帅天作年轻时暗恋他，去找他帮忙救霍香，还没回来呢。天作年轻时暗恋师父，我咋就这么不相信呢？哟，这不是青山剑仙吗？舍得下山了？你们俩闹够了没有？没良心的东西，别以为老娘不知道。你若是想来，那狗屁冷少拦得住你？师妹，我也要考虑到青山的未来。闭嘴！没种就是没种，还敢找理由？你李逍遥是剑仙，是高人，你一世独立，你顾全大局。我呸！你就是个王八蛋！师傅嫁的那混蛋也是个王八蛋。自从师傅死后，他从未来过万道山。老娘被抓了，他也假装不知道。全万道山，不，全天下的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。青山剑仙被骂得不敢还嘴，这场景可不多见了。哎呦，师妹别打了！哎呦，别打脸啊！道一兄，今夜的月亮颇为撩人啊。的确撩人，就是脸有些红肿。录下来了吗？快给我看看，我刚才只拍到了侧面。别急，正面、侧面都录着呢，连他肩膀上那根簪子都拍得清清楚楚。你俩看够没有？赶紧给我滚！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。我记得师妹那时候也很调皮，会偷偷往我的辟谷丹里加蒜，也会偷偷往我的被子里放刺猬。我假装我不知道，酸甜苦辣的辟谷丹我都吃，刺猬、松鼠、穿山甲我也养过。爱偏开在迷途，望前路，望旧路，望心，望一望最初，花瓣
贱啊，你不会回答，但你所指着的人会回答。我要去问问，为何欺负我师妹。我许你们关他嬷嬷性子，但他自能抽他本源。所以你们都该死，我也是，我也该死，那就一起死吧！殄灭！何人胆敢擅闯长生林？青山封天一脉李逍遥前来见问大秦诸位先帝，为何欺我师妹？我去，这是地震了！逍遥师叔出门多久了？昨天出去的，得有数十个时辰了。我靠，他不会是去单挑长生林了吧？完了完了，那可是长生林啊！没人知道里面多少入道，又出了几尊圣人。李逍遥一身修为在摘星跟入道之间漂浮不定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这是被画香那家伙骂昏头了呀！罢了罢了，反正迟早要跟这群老家伙打上一场。我了个娘！这是进化成什么怪物了？等等我呀！青山封天一妹竟然出了个剑道天才，有趣。他的修为有些古怪，初看是摘星，隐隐又有入道气息散出，似乎不是隐藏修为，而是同时拥有好几个修为。哼，既不是我皇室中人，忍杀便是。什么？我曾已入道，后觉那条道不对，便又封了重修。后来又入道，还是不对，便又封。那条条大道虽不对，却也极强。天地失色，不好！剑云，师父说过，人可以死，命可以丢，但师妹不能哭。我没做到，师妹骂得对，我是懦夫。狂妄小儿，受死！剑士端。狂妄小儿，胆敢擅闯长生林作乱，简直找死！我只问尔等为何欺我师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天地众生未能踏足入道之境者，尽数皆是蝼蚁。蝼蚁能为我等修仙之人所用，本就是他们求之不得的福分。好一个寻仙，好一个福分！当真是说话不要脸，修仙修疯魔了！区区残躯败寇，也敢亵渎仙道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像是法相，亦或是深渊邪魔？不，这似乎是一个金丹。道友是从青山而来，吾自地狱而来。行啊！这小子怎么竟然能与圣人势均力敌？情况怎么样了？
有点子扎手。一尊圣人，9个入道，王道阳不在这儿，他们人还没到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无妨，直视他，莫要露怯，我来演他。这种时候一旦让别人看出了虚实，那么今天便难以全身而退。李逍遥已是强弩之末，道一买一送一，真正能打的只有我。自家圣人是祭出了法宝，而对方仅是随手施法，竟是斗了个旗鼓相当。怀岳大圣，对方什么底细？实力很强，若是硬拼，我与他倒可全身而退，尔等怕是会殒命于此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无妨，莫要露怯，我来演他。哦，天哪，这就是……道友，阁下门徒擅闯长生林，杀我大秦入道5尊，此事总得有个交代吧？不愧是青山剑仙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斩了5尊入道，这家伙藏得好深。即便是今日他死在这里，也有了5尊入道兜底，不亏。杀就杀了，你当如何？道友，圣人不理世事，不问江湖，超然物外。你贸然入我大秦，可是越界了。越就越了，你又当如何？道友，我与你好生商量，你却话语尖锐，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本地一向如此，你能奈我何？特妈的，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？我一路走来，经历9子夺嫡抢到皇位，又辛苦100余年入道进入长生林，而后见到多位先皇寿元浩心，心生悲哀，拼命之下才踏入圣人。我可不想与这弑拼命啊！你说你让我莫要露怯，你来演他，合着你就是这么演的？这再演下去，怕是我和李逍遥的小命得丢在这儿了。斗啥？去把李逍遥带回来！不是吧？这活也太特么要命了吧！搞定！怀岳大圣，就这样让他将人带走吗？就不能给我个台阶吗？这让我以后怎么服众？狂妄！真当我长生林无人了吗？老头，懂你。哎呀，方向错了。莫慌，再来一掌。快，太快了！人我救走了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不知为何，这2人被救走，反而我松了一口气。死几个入道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不，即便天下人都死光了也无所谓，只要我不死就好。而且大秦不止我一尊圣人，凭什么让我顶在最前面？你既已把人救走，为何还不退去？这就完了？这跟我预想的不对，他不应该暴怒出手与我不死不休吗？怀岳大圣，
莫非此人的修为比你还高？不，他只是结丹。不过有其他圣人来了。所有人进殿！二位，你们越界了。怀岳道友多心了，我家小辈在外惹事，外面就是过来看看而已。你们继续，我就看看，不动手。这是靠山到了呀，自己这边战力2胜半，对面一个圣人加一群蝼蚁，此事可为。回营，上！我去，让你上你真上呀！不是，你抓我干嘛？抓他呀！那么大个敌人，你看不到？对方圣人，你唬呢？师祖这是在怕啥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师祖，我已探出对方虚实，不过是一个新晋圣人，能杀。你们2人为我略阵即可。有2圣在场，现在我信心十足，终于可以不用演了。早就看那个老头不顺眼了。这小子谁教出来的？青师那丫头。原来如此，这性子倒是有几分相似。师祖，快放开我！一会儿他跑了。气死我了！陆文修和龙岩州2尊圣人就算了，一个结丹修士也对我喊打喊杀。陆文修，你放开他！本圣倒是要看看他如何杀我，岂有此理！简直岂有此理！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？放开他，让你揍！我这个徒孙才结丹呢。怀岳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仅为接回小辈，并无意与大秦朱棣开战。这小畜生还真是想弄死本圣啊！哼，等我大秦诸圣回来，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延州，既然来了，就替他死去的师父看看他吧。难道这个圣人就是霍香嘴里那个没良心的师丈？哼，又来个挨骂的。人家李逍遥好歹斩了几个入道，你个圣人就去凑凑热闹，来都来了，不杀一个圣人再走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事儿？别与我说话，我们不熟。呵呵，真是油盐不进。你看看谁来了？谁家走丢的大美人竟然跑进皇宫来了？美女，面试宫女，请出门右转。不对，师兄是认出我了吗？你把月瑶怎么了？二兄，你混蛋！叫我二师兄？难道身高不对？以前的月瑶是个小矮子，身材也不对，以前的月瑶平得很。没事，只要我上手摸一下就能确定了。月瑶可是全剑锋最利的剑。嘿嘿嘿。二师兄，流氓！啊，真的是月瑶，这家伙怎么变化那么大？居然元婴期了。还有小时候脸庞肉嘟嘟的，这肉都掉到胸口去了吗？师兄还是这么不靠谱，原本一肚子的话，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师兄，师父和师姐出门了，一直没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山上提心吊胆的。掌门师伯也出门去找他了，也没有回来。上次落下要送给你的花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师兄院子里？好家伙，变脸这么快的吗？刚才还一副柔弱小女子的模样。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
误会了，我是公子侍女。侍女？长得这么勾人当侍女？哼，可笑！我师兄一向独来独往，可没有收侍女的习惯。这小妮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我还寻思着再凑3个出门抬轿子呢。你眉若桃花，眼似星辰，顶着一张狐妹子脸接近我师兄，莫不是另有企图？冤枉啊！我是你师兄抢来的。胡说！我师兄光明磊落，心怀正义，见不得人间疾苦，岂会强抢良家妇女？我劝你离我师兄远点。我红柳姐姐可是化神修士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我是摘星。小子，你知道动了大秦皇朝对于长生林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虽然他们平时不怎么在乎大秦，可大秦却是他们的根基，是他们培养入道的温床。师祖，我执掌大秦半年，灭了天狼山我就回青山。当初下山之时，向北原递出的那一剑快到了，踏平北原，这或许是唯一机会。不知道这小子为什么如此执着北原，那里究竟有什么？莫非当初你父亲征战北原是你出的主意？那时候的你只有8岁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呵呵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的确是我力劝父亲北伐。啥？那一战虽葬送了半个大秦，可却是胜，险胜。这小子没发烧吧？当初出动10尊入道，18尊摘星，化神金丹更是数不胜数，最后却只有这小子一个人回来了。从此大秦世俗入道不显，要找个高手还得去求长生林，这也能叫险胜？你是奔着和人家同归于尽去的，还是说只要你本人不死就是胜利？那一战确实是我要求父亲打的，那一战也确实胜，而出兵的原因皆是因为气运之子在北方，气运之子修魔道，当初虽胜，但是胜成彻底，所以我还要再打一次。当初劝解父亲出兵，我便已大概猜出了结局，唯一没猜到的便是师父将我捡回了青山。师祖，你不用劝我，这一战我如何都要打，即便我不是这大秦的皇，即便一去不回。剑锋的风水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咋一个个的都是将种呢？这小子执念太深，怕是再聊下去会忽悠我与他去打北渊。小子，我看你现已结丹，你师父不在，修行上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我操，这老头识货啊！师祖，虽说我天资极高，但现在修为的确遇到了瓶颈，就是不知如何才能孵化元婴。你这症状出现多久了？哦，不对，你这金丹凝聚多久了？哈哈，也就近期才结丹而已，倒也算不得天纵奇才。我有说你天纵奇才吗？师祖，你是不知道，在此丹凝聚之时，数百万里黑云凝聚，天降雷罚。呵呵，数百万里我在青山怎么没看到？你怕不是在梦里结的丹吧？知道刀圣吗？他就在旁边，可以为我作证。当时惊得下巴都掉地上了。你自己研究吧，老头子我烦你的很。喂，师祖，你光给我这玩意儿怎么行？你得再送我一个炼丹炉呀！走开，老头子没有炼丹炉。陛下，大秦从各地收录而来的资源都放在了这里，皇室宝库位置及开启方法理应是每代秦皇的机密才对，而王浩竟然全部一清二楚。二表哥不仅有大帝之资，想来也是个气运之子。哎，这大门怎么生锈了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哎，都是些入不了眼的货色。想来也是，要真有好东西，早被王道阳和王锦轩霍霍完了。哎，都是些别人挑剩下的，我就随便拿些吧。陛下请便。放心，我就挑些我看得上的。合着能让你看上的就没有门槛呗？这宝库都空成这样了，你还看不上眼？该死的万道山，该死的天剑门，竟然把我印玺都弄坏了！待我诸圣归来，定当扫灭尔等！啊！无耻小儿，趁老夫炼气之时偷袭，不讲武德！还我头盖骨！还我头盖骨！我操！这老六怎么还有接力的？这小子
不耍泼认真起来，倒是颇有几分持重气质。嘘，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呀！小子，丹炉锅底常年被火煅烧，得用耐火材料。你这古碗，你这玩意儿哪里来的？这古碗里竟然有圣道气息，而且还残留着生机，这是从活着的圣人头上刨下来的。小子，你老实说，这东西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哎呀，走开走开，一边玩泥巴去，别耽误本地干活。师祖，昨晚师兄去了长生林，我看他回来时手里就多了这个碗，上面还沾着些白色毛发呢。我操！长生林白色毛发，怀孕，是怀孕那老东西的头盖骨。炼气哪有次次成功的？要是这次失败了，下一个遭殃的会是谁？不行，得赶紧跑路！这小子可是有前科的，他当年为了炼气，连天风都挖塌了，连自家人都不放过呀！师祖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家回家，我想山里的孩子们了。小瑶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青山？我不回去，师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。剑锋上空荡荡的，我才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师兄，师祖好像有点怕你。小瑶呀，师祖也是圣人，世间巅峰，他能有什么怕的？你多心了。真的是我多心了吗？我去，把道一这老小子给忘了。贱人休走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一巴掌把老子甩了多远？我他妈被你从长生林直接扔到了黔州边界，老子飞了3天3夜才赶回来，你还在我身上裹了清风剑气，停不下来呀，根本停不下来！我整整飞了3天3夜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道一师伯的牙呢？哦，我飞过大漠，飞过雪山，飞过汪洋大海，连只鸟都看不见。我饿了只能吃树皮，渴了只能喝露水。我现在看到活物就想咬一口。完了完了！当初为了让这货逃走，确实在他身上绑了剑气，本来回到皇城就该散去的，结果给忘了。老头，你消消气，你且听我狡辩啊，不，听我解释。以血铺路，寒冻3尺震尸骨。小子，你这下麻烦大了。飞雪所至之处，雪妖军1日内必到，100万兵甲可屠胜，寒冻3尺震尸骨。你这皇帝梦怕是到头了，跟我回青山吧。麻烦吗？不过是耽误我些许炼丹的时间罢了。这家伙就爱吹牛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抵挡100万雪妖军。我言白骨如白雪，雪亦有人遮白骨，只是苦了这寻常百姓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那些侍女呢？老奴不喜闹腾，擅作主张将他们遣了。南伯，雪不用扫了，待太阳出来，它自会融化。少爷，何时会出太阳？你这几日仔细听，风声响起的时候，太阳就会出来。少爷又在骗人了。南伯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这都是老奴该做的。少爷，这次要上香吗？上次来此，前路断绝，炼气艰难。如今我已结丹，正好上炷香告知父亲。
父亲，孩儿有出息了。我如今已是这大秦之皇。南伯，去把我父亲的牌位扶起来。镇北王府世代忠烈，以报效大秦为荣，信奉的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唉，少爷哟，你当皇帝就当皇帝，跑来祖宗面前炫耀，这不是故意气他们吗？父亲，我已下令，半年后北伐天狼山，你且在此坐看世间风雨，待儿灭了那魔教道统，取100万魔修之血，再来祭祀。气煞我也！我当皇帝你有意见，我北伐魔修你也有意见。不对，父亲最是支持我北伐灭魔，这绝非列祖列宗之意，定是这贼老天在作祟。南伯，这供台不平，换个青铜的，将所有牌位全部焊上去，给我焊死了！即便这皇城塌了，也不能让他们再捣半分。诸位列祖列宗，少爷脾气就这样，你们不要怪他。镇北王府人丁尽散，就剩少爷一人撑着，他心里苦呀。列祖列宗就多担待担待吧。上次落下要送给你的花，生根让满园都。那是曾经镇北王府的军旗。父亲，吴江是什么意思？惠天，吴江寓意着镇北军所至，大秦吴江，所过之处皆是国土。而今的秦人只知4大镇国元帅镇守边疆，却没人记得这些疆域都是这面大旗用血打下来的。镇北军是镇北军的大旗。镇北军，我爹临死前还念叨着，当年就是镇北军救了我们全村。他们不是早就解散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镇北第3军3营千夫长李靖，请镇杀敌。镇北第4军2营营长吴超之子吴起，请镇杀敌。第3军2营先锋兵江无威，请镇杀敌。第1军后勤营火头兵阿笑，请镇杀敌。请镇杀敌！请镇杀敌！镇杀敌！请镇杀敌！请镇杀敌！父亲，您看啊，他们都回来了。岁月匆匆流转多年，竟还能再次见到这面战旗。当年王叔高举此面战旗，浴血奋战，奋力将大秦疆域向北快拓3000里河山。不曾想昔日旧部再度集结，人数足足达到50余万。众多早已解甲归隐之人，如今也拖家带口奔赴此地前来相助。哎呦，这位皇子，你不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吧？哎呦，这位师妹，我1没有军帅依附，2没有高深修为，我能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我现在也算颇有江湖经验了，一看你就不是好人。你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一肚子坏水。对对对，就你师兄是好人，一个血洗皇储把圣人头盖骨刨来炼丹炉的好人。呸！最讨厌这种双标女了。试试这个，圣人头皮炼的辟谷丹。回话吧，无需帮忙，我现在可是结丹期，区区血妖君不过是些许风霜而已。陛下，城外来了数支之力，打的是镇北军旧部旗号，当如何安排？让他们在城外等着吧，
我这就过去。是。镇北军预备元帅军谋王会天，准备战，扫雪。武将，武将，杀！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！镇北军真的回来了！就是这个声音，当年就是这个嘶吼声，我就知道他们没散，他们一直都在等他们的王回来。我感觉我的青春又回来了。奇了个怪，今儿个喝的酒水味道怎么总是不对呢？我操！入道剑仙泡酒，完犊子！我把李逍遥给忘记了。这一刻，我感觉我的青春又逝去了。世间万般气，杀意最难消。那夜我杀尽皇城半数人，如今洒在皇城里的鲜血化为血气侵染而出，凝聚了半城的血杀剑气，还未出剑，便已让人生寒。这面令旗正是我周岁抓周时所给，未曾想时隔多年，竟还能再度见到镇北军的吴江令旗。这些人当初在镇北军中不过是兵卒而已，甚至有些仅是镇北军当初留下的子嗣。有些花会凋谢，但是它的根会再次发芽，开出同样的花朵。吾等拜见军帅，愿与军帅共抗雪妖军，此战不退。曾经的军帅是大哥，是父亲，总算轮到我了。夫君，尔等急来，本帅今日就送你一场大胜，为吴将军旗接风洗尘。上次在青山让他逃了一次，而今给本帅死！剑二，血杀！北原还没打起来，皇城先打起来了。好，好呀！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冷风，回信，让探子多准备些留影石，我要直击现场战斗画面。对了，率先歼灭敌军10万者，赏100万冲灵丹。龙儿，准备一份厚礼，2封贺信，一封祝镇北王登基称帝，一封祝三皇子王远即位大统。是，谁赢了就把信件给谁。写信恭贺新皇继位，顺便提一下本皇子上个月去马厩偷糙米吃的事。本皇子穷啊。舅父，你也太过谨慎了，如此之远就启动天变风雪阵，待大军抵达，怕是整个皇城都要被掩埋在这积雪之中了。殿下，行军打仗还是小心些为妙。舅父说的是。哎呀，舅父你看，天边还有晚霞相迎，哈哈哈，这是吉兆呀！几个蛋，那他妈是剑气，密密麻麻的剑气。这是……哎呦，妈呀！
这是什么手段？斩！躲过了。哦，居然躲过了我这一剑。那么，第二剑又该如何应对？我的腿！救驾！快来救驾呀！殿下，我来救驾。听说你之前想娶我师姐，你打算出多少彩礼？500万灵石。师姐这么值钱的吗？3、5、1、15，3个共计1500万灵石，恐怖如斯。看来这事回去以后还得好好谋划一下。哼，至于你嘛，还是杀了吧。放过我了，他竟然放过我了！正常，这都是正常的。他废了我修为，我现在就是一个凡人，饥饿是正常的。好，饿，还是好饿。一剑破万甲，荡尽漫天风雪。这一剑不会直接把雪妖劈死了吧？那倒不至于，不过劈死个三皇子倒是绰绰有余。哈哈，那倒也是。那小瘪三儿整日无所事事，无甚实力。此剑虽强，却颇为耗费心神。旧阵已破，新阵未成，此时正是冲阵天机。诸将听令，所有战舰呈一字排开冲阵，火力覆盖敌舰，释放了机傀儡侦察。所有士兵披甲，准备离舟清扫残敌。军帅，雪妖军出临皇城，风头正盛，更是以风雪开道，气势强劲。如此安排是否不妥？真正的两军对战都需布置军阵，以阵对阵，以剑对剑，最后才是以兵对兵，这实在是过于大胆了一些。一人领50万对阵100万，本帅还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无需顾忌，优势在我。冲阵！这家伙的样子像是雪妖军100万人不够杀，巴不得连我们也一起屠了似的。三皇子人呢？云大帅，我看到殿下掉下去了。你看到他掉下去了？你他娘的就这样看着？不看着还能干啥？那剑砍过来的时候，他都想投降了。就连雪妖大帅你不也在躲避吗？呸！还瞪老子！刚才也不见你去救人呀。这一届的大帅真难带。留下一营之人救援，其他人随本帅杀进皇城，接魔血屠圣阵。
开炮！你不是个伙夫吗？军火也是火。军帅坑我，这哪里来的优势？我们虽然号称50万大军，可大家来自东西南北，完全是散兵游勇，并没有合击之法，其中甚至还有炼气期修士。一旦掉下非洲，只怕是尸骨无存。鬼区终究只是鬼区，太阳一晒就化。原本我还挺排斥做侍女的，不过这几天我发现，在这个男人身边，比追求缥缈仙路还要有趣。公子，您不出手吗？若是现在打个雪妖军都无甚用处，以后如何拉去北原战场，面对一域魔修？师兄，给我安排个任务呗，我也要上阵杀敌。哎呦，500万，这战场风沙大，你咋来了又？什么500万？哼！师兄，我也想去上阵杀敌，我都已经元婴期了。从磨刀男那里我学到一个道理，剑不光要养，还需要磨。月瑶虽是把绝世好剑，却还没开封，也还没经历过打磨。这样的剑锋锐有余，杀气不足。若是能磨上一磨，小瑶拿着，洗澡的时候就用它搓澡。师兄，你让我用石头搓澡？哎呦，倒是我忘记了，磨剑可是讲究手法的。就比如这磨刀石，你就得先用粗面磨，再用细面磨，力道也得讲究，轻了磨不快，重了又容易崩口。剑刃最锋利，却也是剑身上最薄最柔弱的地方，一定要从侧面轻视。总之，门道颇多。小瑶呀，你下次洗澡的时候叫我，我去给你搓。师兄，哼，我要告诉师傅，你又欺负我。我没有，你不要诽谤我。你就有，我没有。你就有，你就有。好大，这怕不是一脚就能碾碎一座城池。这就是师兄所要面对的对手吗？不愧是雪妖君，果然有些门道。你们两个莫要靠近战场。师兄果然是最强的，他一直都在藏说。从那年我刚上山的时候，从叔叔说他是个凡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简单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师兄才是最厉害的。100万军阵可斩胜，这可不是说说的，他真的行吗？啊！雪妖，你看看这是谁？王源死了，他可是我妹妹在世上唯一的血脉啊！我立誓要将他扶上皇位的，怎么能就这么死了？该死的镇北王，我杀了你！这和预想的不对啊！他难道不应该决断通过王远控制大晋武王，心生退役才对吗？看来是我误判了雪妖出兵的动机。
他是真心的想要扶你上位。既然你不肯离去，那就湮灭吧。我错在旧身后，抬手间破长空，我与天斗。之前血妖君被血红剑气斩了近10万，而今阵法有缺，很难抵挡梦回天出剑。真匪王，我要你死！风云激荡翻涌，自有我的从容。谁敢在高虚闯秋？这样下去与我不利。当初在恶殍鬼窟浑浑噩噩，不知道吞噬了多少污秽之物，而今却是有了用处。这股饥饿感不好！全军听令，退皮！这样做，虽然摆脱掉了那些污秽之物的诅咒，但是却让无数阴魂更是清楚。该死的镇北王，怎么会吐出如此多的阴魂？莫非他平时吃人不成？所有战舰，一半人控制阵法，一半人清理幽魂。终于追上来了。这支新军虽然实力不强，不过却也是能压死血妖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有战船听令，发射狩猎索！快，摆脱狩猎索束缚！所有在外猎杀幽魂的士兵，立刻回援！魔血屠生阵最怕的便是受到束缚，其身躯庞大，可以依靠冰雪不断堆积护甲，但却也并非没有罩门。而我便是那个罩门，是整个大阵的中枢。剑一断念。哥哥，山河。剑二，血杀。剑三，风起。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背昂，倒数着中了断念一剑，还能清醒的人并不。那一年，我算出北原有气运之子诞生，整日夜不能寐，于是悟出了第一剑，名曰断念。此剑用于心念，可助面，但我并无灵根，家里人人皆可修炼，蚊虫无法近身，唯独能吸我的血，于是悟出了第二剑血杀。他们吸我的血，我便控血要他们的命。大哥父亲常年在外征战，说风起之时归来，便有了第三剑。你这个人可真是复杂呀，身体斑驳如碎末拼接，
心思亦是混乱如杂念堆积。不过，我已经知道了战胜你的方法。我知每一剑，剑剑皆宿命。你输给我，也是宿命。宿命吗？你接到他了吗？我出生在寒雪山脉，父母在6岁时便冻死在了冰天雪地里。那时哪里想过当什么镇国神帅，每天只想活着，即便是吃树皮、煮杂草也要活着。后来我听说隔壁村里有人用肉食换面膜。切，谁会这么傻，用肉换面？虽然我不信，不过还是去了。那是我做过最亏的一笔生意。我用2斤馍馍换回来了一个女婴。怪不得你爹妈用你换面吃，一天到晚哭哭哭，你真是活该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很讨厌爱哭鼻子的人，除非这个人是我妹妹。我想着将她养大了，有个洗碗的也不错。男人嘛，总不能被这些家务活牵绊住手脚。我迫不及待地教她洗碗扫地。可妹妹笨得很，都3岁了还学不会。我再次觉得自己上当了。我10岁时，千盼万盼的妹妹总算是会走路了，也曾无数次考虑去隔壁村退货。可是3年来，小女娃吃了我那么多米面，现在退只会更亏。那年我才15岁就白了发，不过这样也挺好，趴在雪地里就连兔子也发现不了。便是从那时起，村里的人都叫我雪妖。后来妹妹也长大了些，不仅学会了生火做饭，还能上山捡柴。看到了吗？2斤馍馍换的，现在给我100斤也不换。可在这人吃人的世界里，哪是说不换就不换的？第2年，妹妹的亲生父亲便找上了门来，他蛮不讲理，说后悔了，要将妹妹接回去。哥哥，再后来，妹妹被卖到了皇城。哥哥，等我会走路了，你会不会怕我走丢了？放心，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会把你接回来的。我依稀记得自己的无能。那日，我就着漫天风雪杀了一个村的人，也是从此，我真正的化成了漂泊在雪原上的妖。这世间竟然有断念剑也无法斩断的执念吗？也不知父兄是否也有执念未曾消散，也不知他们尸骨是否遗憾。战场大概便是每一位统军之将最好的归宿吧。青山处处埋雄骨，滚滚莫可无人收。来人，厚葬镇国神帅雪妖。